喂喂，Hello， 大家晚安。那个 X 晚安，然后 Corey 翁安安，还有 Delta 加等于晴安安。然后上次把你念成三角形，因为我以为那是就是几何图形，但我后来看你的那个推特，发现你叫做 Delta。好，所以这次重新叫你的名字 Delta 安安。对，刚才在睡觉，因为太累了，睡一下。然后要开的时候，因为我今天是用那个 Ubuntu， 因为今天的话可能会用到 GPU， 也不一定啦。对，所以我用 Ubuntu 来开发，所以对，因为这样比较快。那所以呢，就那个直播的设定都刚才在做的，所以那个开的时间比较晚了一点，跟大家说声抱歉。好，大家晚安。那今天的话呢，来就是做一个关于那个深度学习的一个直播。那对，今天会教大家怎么用，就是我一个发现非常好用的一个资料包，叫做 PyTorch Lightning。OK， 那这个东西呢，是我在2年以前发现的，然后就是那时候在刚开始做那个 Nerf。如果大家不知道什么是 Nerf 的话，可以查一下这个，就是那时候在做关于这个 Nerf 的研究，然后呢不是这个，这是它的其中一个应用，对，Neural Radiance Fields， 对，然后那时候就在查有没有什么，就是因为原版是用那个 TensorFlow 写的，但我很久没有写 TensorFlow， 那时候都比较常用那个 PyTorch。对，刚刚说的那个 TensorFlow 啊 PyTorch 都是那个深度学习的框架。那 TensorFlow 我就那时候比较少写，我就查有没有用 PyTorch 写的，然后就查着就查到这个 PyTorch Lightning 这个很好用的这个那个它的一个扩充。好，Nagi-sanこんばんは。好，对，今天的主题不是这个 Nerf， 而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PyTorch Lightning。那PyTorch 呢，它本身是一个深度学习的框架。BGG 晚安，怎么叫你比较好呢 ？NU New 这样子。对，PyTorch 它本身是一个深度学习的框架，但是呢，就是如果你有写过不管是这个TensorFlow 或者是 PyTorch 这种的，就是你越写越多，你会发现就是有很多东西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是算是做研究的，那你就会发现在写程式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部分都是跟研究没有什么关系的，就只是同样的东西你要写很多次。对，比如说你那个通常就是怎么说，有很多部分跟研究没关系。比如说你可能写好一个训练的程式嘛，那你预设的话，你是想让它在你的电脑上运行。那电脑上你可能只有 CPU， 那你可能没有想那么多，你就写一个 CPU 专用的训练的程式嘛。但是呢，如果你要把它用到可以在 GPU 上运行，那你要多写很多让它在 GPU 上运行的程式嘛。那这一部分就是跟你的研究完全没有关系，因为你只是想要让它跑而已，在哪一个那个设备上跑，其实就是跟结果没有关系，只是让它的速度变快而已。但是如果你要从 CPU 变到 GPU， 那你如果要多写的话，你就会觉得很麻烦。然后更甚至说，在这个训练深度学习的模型的时候呢，你可能如果只有一张 GPU 的话，你的那个训练还是不够快。那你可能又想让它可以利用很多个 GPU 同时去进行训练，比如说你想要让它在同时有8张 GPU 的那个卡的那个伺服器上运行，那你要
把你的 code 呢从可以在一个 GPU 上训练弄到可以在8个 GPU 上训练，那这个部分呢，你的那个程式又要多写，而且这个多写的部分也不是很简单，不是说什么加一行就直接可以结束的，是需要比较复杂的程式，而且很有可能你那个哪一边写错了，那你又没有发现，结果可能你实际训练你以为它是用八张 GPU， 但结果它只有用1张这样子，你也完全没有发现之类的。对，那这种就是跟你研究没有关系的，你就会就是不想去碰它。对，那这个 PyTorch Lightning 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 API， 就是可以让你去完全不用碰这些东西。它就是提供一种写法吧。对，你知道它的写法之后呢，去写你的这个训练，比如说写你的模型啊，然后训练的程式嘛。那写完之后呢，你现在如果你想要照我刚刚说的，比如说你想要让它在 GPU 上运行，或者是在不只是1张，有8张，或者甚至16张、32张 GPU 上的那个 GPU 的机器上运行的话，你就不需要像正常的 PyTorch 一样写很多复杂的程式码，你只需要在那个在训练的时候多加一行指令，那它就可以很快速的帮你把同样的程式码套用到比如说不同的那个不同的设备，从 CPU 到 GPU 或者甚至到 TPU， 当然我们是没有啦，但也可以，如果你有 TPU 的话，你也可以就是只要更改一行 code 呢，你就可以然后套用在不同的设备，或者是呢不同张数的 GPU， 你可以自己设定1张、2张、4张、8张这种，你只需要更改一行 code， 你就可以达到你想要的目的。对，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让你大大的加快你除了加快你写程式码的速度以外呢，那同时也少掉你很多 debug 的麻烦。就像我刚才说，你可能1张 GPU 你要套用到8张 GPU， 你可能多写很多，然后又这部分出错，那对出错的时候，你可能也不知道哪里出错，而且这一部分就是跟你的研究结果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对，那它就是可以让你少掉这种写多余程式码的麻烦，那同时节省时间，也减少出错的这个频率。对，所以我就发现了这个很好用的这个扩充包。那今天的话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样子。好，みやびさんこんばんは。そうですね、さっきはこのちょっとざっくりこの PyTorch Lightning はその普通の PyTorch よりどういう利点があるのかをちょっと紹介しました。簡単に言いますと、その普通の PyTorch もしくは、TensorFlow もそうですけど、例えば学習するデバイス、普通だったら CPU なんですけど、例えば学習を加速するために普通もGPU とか TPU 使うこともあるので、そういう CPU、GPU、TPU とか関係なく、同じコードを、たった1行を変えることでいろんなデバイスで学習を回せるような機能を持っているんですね。そういうデバイスの他に、例えば今は、1枚の GPU で学習し、1枚でも、2枚でも、何枚でも、全部同じコードを使って、そのオプションを1行変えるだけで何枚あっても同じコードで、学習ができるような機能を持っているすごい便利な、エクステンションになります。こんばんは。戻ってきましたね。iPad とかもできるですね。iPad もできると思いますけど、普通はGPU とかあるマシンで学習を行うわけなんですけどiPad をやろうと思えばできると思います。等一下我看一下道说的
请问是训练时才需要 GPU 吧？训练完后再存模型，用 CPU 去跑推论，这样就不会很常用到吗？你那样子的用法也是可以的吧？但我这边的话，介绍这个 PyTorch Lightning， 就是说你可以用同样一个 code， 你不管你的那个是用 CPU 还是 GPU， 你只要更改其中一个，更改它的其中的某一些指令就可以了。应该说那个参数，就是很快就可以达成你的目的，就是不管你是用哪一种设备这样子。对，好。对啊，这边的话还有一些其他，就是比较，可能最大的那个优点还是像我刚刚说的，就是你不管你是什么 CPU 啊、GPU， 或者是你有多少张 GPU， 你都是可以用同一个 code 去执行。那还有一些其他比较小的优点啦，对，比如说它可以控制那个乱数。因为我们在深度学习的时候，会有那个嘛，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就是会有那个 backpropagation， 就是你计算一个小 batch 它的那个梯度，然后再用这个梯度去做反向传播，然后去更新那个模型的那些权重这样子。那这个更新的这个梯度呢，就会根据你那个取出来的每一个 batch 会有不同的结果。那如果你想要，这通常是在那个学术研究上会比较有用。就是你如果想要你的实验是可以重现的，就是你要告诉大家就说，得到可能比别人得到好的结果，不是靠什么特别好的运气之类的，就是说你只要用同样的方法呢，我们可以再现出结果。那这时候呢，它这个 Lightning 也可以提供你一个控制变数的一个指令吧，就是它可以把那些所有随机的东西呢，你只要设定好那个随机的乱数，它可以保证你说每一次跑出来的结果是一样的这样子。这是一些比较小的利益吧，就是可能你在工作上面这个随机性不是那么重要。对。我刚刚说的就是 scalable to any hardware， 就是跟你的那些设备是没有任何关系，就是你同样的 code 因为可以套用在就是各种不同的那个硬体上面。对，然后这边的话就是用同样的写法的话，就是让你可以少写很多 code， 然后就是减少出错的那个频率，这样子。大概的好处就是这样子。那我们等一下可以继续详细介绍它有哪一些好处，就是边写边说。好、サンプル見るために Git 勉強中。いいですね。今日はあんまりGit の機能とか説明し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ですけど、僕はそうですね。今日のコードはこの PyTorch Lightning Tutorial というディレクトリにアップロード、リポジトリかにアップロードする予定です。对，今天的话呢，这个程式码呢，应该会就是上传到最后啦，会上传到这个 PyTorch Lightning Tutorial 的这个资料夹上面，大家可以就是来这个地方，我贴给大家好了。现在还是什么都没有的状态，对，现在还是这样子的状态。对，好，那我们今天的话呢，就教大家这个 PyTorch Lightning 它大概的写法是怎样子。对，对，在开始之前呢，我先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它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们就查 PyTorch Lightning。对，其实呢，这边先一个简介好了。这个东西呢，就是我刚刚说的那种，就是在 PyTorch 之上呢，加一些方便的功能，让它就是可以少写很多 code， 然后速度变快之类的这种。资料包呢，我在看到这个 PyTorch Lightning 之前呢，也有看到一些人把这个跟其他已经有的一些扩充包来做比较。那时候看到的比较呢，有3个，就是跟这个 PyTorch Lightning 差不多的，具有差不多的功能的，这个
扩充包呢，大概有3个一个是 PyTorch Lightning， 我这边就一个一个打开来给大家看好了。那这个呢是那个 PyTorch Lightning 它的这个官方的这个 GitHub 的这个网站。对，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我们就看它的这个星星数量好了，现在是 17.9K 18000个。OK， 那我们在那时候查到的还有一个叫做 Ignite 也是在这个 GitHub 不是在那个 PyTorch 之上的一个资料包，来看一下哦。他们都是标榜可以就是减少你写 code 的那个行数啊，然后就是提供一些方便的功能。OK， 那现在的话，这个的星星数是 3.9。好，那我们再查最后一个叫做 Fast AI， 现在应该是2了。那当时我查的时候还只有1，现在它出了第2版，叫做 Fast AI 2。我们看一下怎么被 archive 了？好，没关系，但是是这里吗？Fast AI， 它把它统整到一起了。好，这有 22.1K 22000多个。对，当时我就看了一些人的比较啦，就是比较这3个东西就是好坏在哪里。对，然后这边我就不详细多说了。那时候我看到的是，就是好像是说各种不同的机能，好像是 PyTorch Lightning 拥有的最多。然后我再看它那个写的方法，好像也是这个最简单，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一个来作为我那个程式的基础，然后就是写我的程式这样子。对，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再多查几个去做比较。其他2个应该也是不差啦，但是就是好像 Ignite 用的人就没那么多 ，Fast AI 好像多一点。不过我就没有太详细看。对，这边的话就是大家可以就是每一个都去看一下他们就是那个范例。可能就是可以选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扩充包来用。そう、日本語ですとこう似たようなPyTorch Lightning みたいな機能を持っている、PyTorch のエクステンションとして、僕が調べたときにこの PyTorch Lightning の他に、Ignite とかこの FastAI というエクステンションもありました。で、ネット上でその比較の比較のものを見つけて僕見たら個人的にこの PyTorch Lightning の機能が一番多くてかつ書き方として個人的に一番好きだったのでこれを選択して僕の開発のフレームワークにしました。でも皆さんはもし興味があれば他の Ignite とか FastAI も調べて、自分に合うような、一番好みに合うフレームワークを選んでいただければと思います。で今日は PyTorch Lightning の、チュートリアルをやります。罗世勇安安，好，对，那我们就今天的话就介绍这个 PyTorch Lightning 就好。好，那我们先看一下它的那个首页。它首页有一个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一个介绍的一个影片。等等哦，不是这个，对，它这边是在介绍说，对，今天的话呢，我们会等一下再说好了。比如说左边这边是一个正常你用那个PyTorch 写出来的一个训练的程式码，左边这边，然后呢右边呢是把这一段程式码呢用 PyTorch Lightning 重新整理过后的样子。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结果，好像有点长，然后就直接看好了。就是他把每一段呢，就是这边他好像解释的蛮久的。
我光看这个，可能大家如果不知道的话，看不出厉害在哪里。对，等一下哦，我想一下这边怎么解释比较好。对，就是一般的那个深度学习的训练，大概分3个步骤吧。那第一个步骤呢，就是你要先读取你的资料集。对，那读取资料集的话，左边的话是那个正常的这个 PyTorch 的程式码。那它的读取资料集的部分呢，就从这边好了。从这边到这边是在读取资料集的部分。好，读取资料集完之后呢，接下来你要定义你的那个模型长什么样子。就是深度学习它有一个就是输入，然后有一个输出。那这边的话，那个定义模型的部分是在上面这里。对，好，那定义完模型之后呢，最后你要定义你这个训练的那个损失函数，然后你做训练的时候，每一步取出那个资料集的一部分资料，去对这些资料进行那个损失的计算，然后最后呢，再把这个损失呢做梯度下降，然后让它回传到那个网络上面去更新那个网络的权重。对，那这部分是在这个地方。那首先定义什么optimizer， 就是那个。中文是啥？中文是什么？我也不知道。Optimizer 就是更新权重的方法，对。然后在这个 train loop 里面，就是每一步呢取出一个小 batch， 然后对于这个小 batch 呢去进行 loss 的计算，然后再把那个 loss 呢去做梯度下降，回传到那个网络的权重上面。最佳化的方法。好，那对一般的话，首先呢，就是一般的 PyTorch 的话，你可能要加一些就是注解，说这一段是在做什么。就是比如说，它注解说这一段是在定义模型，然后这一段是在要么下载资料，然后把它分成 train 跟 validation 这样子，然后最后是 train loop。那个 PyTorch Lightning 的话呢，它就是每一段呢都会有一个函数名称这样子，那你就不用再加注解说这一段是在做什么，你就是直接你看这个函数名称就知道它在做什么。比如说呢，我们就跳到最后来看好了。这个我也没有完全看过，所以我现在才是第一次看。对，那比如说它定义模型的话，就是在这个 init 的地方定义模型，然后这个定义那个最佳化的方法呢，它就有一个叫 configure optimizer 的部分，那你就知道这个函数就是为了来定义那个最佳化是用哪一个方法这样子。然后呢 training step 就是告诉你说，每一步我这个 training 是怎么样进行的，大概是像这样子。看起来像把所有步骤模组化了，对，这是它的一个好处，就是它每一步都帮你，就是有一个函数的名称，它已经帮你定义好了，你就是很像是那种克漏字，你就是或者像学校出的作业说，请填入这一个部分，大概就是像这样子的感觉，对。那这一部分就是你要填入的部分，就是根据你的需求填入这里就好。对，可重复呼叫，感觉蛮方便的。对，今天在Ubuntu上直播，我这个直播的那个设定很多都重新用一次，然后那个聊天室忘记放上去，应该大家觉得还可以吧？声音应该也没问题吧？对，那除了这个好处之外，等一下还会介绍，它有很多很方便的功能，就是你只要新增一段，就是一个新的那个参数，它就可以直接帮你做到。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切换那个什么切换硬体啊，看你是要用 CPU 还是 GPU， 或者是你要用1张 GPU 还是8张 GPU， 多少张 GPU 你都可以，就是直接新增一个参数，它就马上帮你做到。这一点我是觉得最方便的一点，这样子。好 ，OK， 那
光看这个的话，大家可能还是不太理解它在干嘛。所以呢，今天的话就实际演示一次吧。就是我们把这个东西呢从无到有，但也不是从无到有，因为我还是需要参考一下我之前写的 code， 要不然这些构造我可能没有办法马上想到。对，所以我今天的话就是会以它这个 MNIST 的这个资料去做一个教学。那我会看一下我之前是怎么写的，然后把它就是再写一次给大家看，这样子。哦，对，那在正式进入 code 之前，还是有一些人可能对于这个深度学习比较不是很了解，所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 MNIST。今日はこの MNIST というデータセットの学習を例としてコードを書いていくんですけど、まずこの MNIST というのはどういうものなのかをまず紹介したいと思います。こういうディープラーニングとかの初心者がちょっとわから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ので紹介しておきます。好，那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MNIST 是什么东西。看一下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比较容易理解的。这个好了，这怎么是粤语啊？好，没有繁体。好，没关系，反正大概讲一下，就是它是一个资料集。那它今天怎么不会动？因为我是用Ubuntu，我懒得设定了。今天不是用 Windows， 如果 Windows 就按照之前设定就好。但我那个程式我是用 VCFace， 我那个控制的程式，控制我虚拟人物的程式。那个没有提供 Ubuntu 的可执行档，所以今天的话就放一个人就好。Sorry 啦，如果大家是想来看我动的话。对对，之后再研究啦。最近比较，也不能说比较忙，就是可能比较累吧，就懒得去弄它。之后如果常常在Ubuntu直播的话，可能会去把它用好一点。对，好，那塔比安，好久没看到你。今天在介绍这个深度学习。好，那刚刚说到这个 MNIST 呢，它是一个就是辨识这个手写的字母，不是手写字母，手写的数字是多少的一个任务这样子。那它有它的每一笔资料呢，就是一个28×28的28×28是那个图片的大小，这样子的图片大小的黑白的一个图片。然后呢，你的任务是要辨识它是0到9的哪一个数字这样子。对，那简单的解释就是这样子。那我们今天的话会用这个资料呢去进行我们的教学。そう、この MNIST は、0から9の数字を分類するタスクですね。入力としては、各画像が、28×28 の、白黒の画像で、その画像が0から9のどの数字なのかを、判別するようなタスクです。今日はこのタスクを例として、コードの紹介をします。はい、それでは、コードの部分に入ります。那我们现在就来介绍这个 code 怎么写吧，如何用这个 PyTorch Lightning 的这个框架来把它写出来。那现在的话，我是切换到这个 VS Code 上面，这个字的大小应该可以吧？我调大一点了，应该不会太小。OK， 那要开始之前呢，我们要先安装这个 PyTorch Lightning， 当然也要安装那个 PyTorch 这样子。那这边的话，我也一并介绍吧。OK， 大家看到我下面有这个 Terminal， 我把它打开。好，那我是用那个 Anaconda 来，通常我都是用 Anaconda 来管理我的每一个不同的环境。对，那
Anaconda， 那我现在这边就创建一个新的环境好了。那我这边就，比如说名字的话，我就叫它，tutorial， 反正只是今天用，之后把它删掉，所以名字随便都可以。OK， 那这个指令呢就是创造一个新的叫 tutorial 的，然後 Python 等于 3.7 的環境。で今はコンダのアナコンダの使い方ちょっと紹介しようと思います。さっきのコマンド、そのコンダクリエイトのコマンドはチュートリアルという名前のPython が 3.7、Python のバージョンが 3.7 の環境を作るコマンドになります。これはそのままYes にして、对，好，那创建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用 Conda Activate 把它打开。对，我的人物好像挡到右下角了，但我哇。那我把它放到左边好了。等一下，因为右下角还算是比较重要的，还是我就把人物关掉好了。因为算了，还是给大家看一下我赶上了，不好意思来晚了，不会，我们才刚开始。对放在左下角好像就不会挡到了。所以我现在这边是用一个叫做 Fish 的一个那个要怎么叫啊？的一个 shell， 大家有兴趣可以查一下这个。这边顺便介绍一下我平常是用什么来开发的不是这个 fish， fish shell， 对，正常的话呢，你的这个 shell Ubuntu 打开的话，打开 terminal 的方法就 Control Alt 加 T 嘛，这个大家都会。那预设的话是这个 /bin bash。那 bin bash 的话就是长得像这样子的一个 terminal， 就是比较阳春啦，就什么都没有，像这样子，你可以就是做很多事。那我的话是这个的话，我也是看别人的教学，我就找到有一个就是更美观，而且也比较好用的一个 shell 叫做 fish。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查询然后安装。那它那这也是我设定啦，就是它这个 terminal 会长这样子，对，就是比较美观，我自己是觉得。然后如果你有用那个 Git 或者是就是这个 Conda environment 的话，也是比较好，因为它会显示，比如说这边它就显示我现在是在 master 的 branch， 然后呢，我现在已经打开了一个叫 tutorial 的 Conda 的环境这样子。今使っているのはデフォルトの bin bash のシェルじゃなくて、さっきお見せしたこの fish というシェルを使っています。これを使うと、普通の bin bash よりも、なんか綺麗なターミナルを作ることもできるし、Git を使用しているのであれば、今どのブランチにいるのかも見れるし、Conda のどのエンバイロメント、どの環境を使っているのも、一目瞭然という利点があります。你觉得 Anaconda 超肥，所以从 Mini Conda 那也是对，而且就是说这个也是就是工作的时候才知道，那个 Anaconda 现在是就是如果你要在公司用的话是要付钱的。对，所以我之前在公司用都没问题，然后突然有一天那个公司就说，这个 Anaconda 之后要变成有有 license 的，就是公司如果要用要付钱这样子，那谁要用再说，不然的话就最好大家都就是用 Mini Conda 那个不用钱这样子。对，那因为我现在是个人，所以个人用还是没关系。你是用另一套也是有类似的功能你说这个 shell 的部分吗？OK， 好，那我们现在打开这个 tutorial 的环境。那我们现在先把必要的我们先安装上去。那必要的话，通常必要的资料包，
必要的资料包呢，通常我们会建一个叫做 requirements 的一个文件夹，不是文件夹的一个文件，然后在里面写说我们需要的资料包有哪些。那今天的话，因为这个 project 比较阳春，所以应该不会需要太多，应该就会只需要这个 PyTorch。那我今天有先预习了一下，就是最新的版本啦，最新的版本好像是最新那个 release 的版本是 1.11.0， 然后呢，我们还需要这个 Torch Vision。Torch Vision 这个资料包呢，就是它提供了一些就是关于图像处理你会需要的一些功能，比如说你可以让它左右翻转啊，或者是旋转图片之类这样子的功能。好，那当然还有我们今天的主角这个 PyTorch Lightning， 这个的最新的话，我看一下哦，最新版本 1.6.0。好，我们来看一下，应该是 1.6.0。好。まずはこの必要なライブラリをインストールするためには、普通はこの requirements というテキストファイルを作っておいて、その中に、必要なライブラリの名前とそのバージョンを指定して書くのが、一般的ですね。で、書いた後に、その pip install -r requirements というコマンドでここに指定したライブラリとそのバージョンをインストールしてくれます。shell 好，对，然后我们写完之后呢，保存，然后再用这个 pip install -r requirements 这个指令呢，就可以把这些需要的这个包装帮我们安装起来。对，那这边我们等它一下。OK， 那它除了就是我这边写的之外，它每一个包还有一些其他的那个 dependency， 它这边也会一起帮我安装。请问怎么确定想用什么版本？想用什么版本？通常我都是用最新的啦。对，想用什么版本？如果你是自己在做的话，你就用最新的就可以了吧？对。那如果不是的话，如果是用别人的 code 的话，那因为别人的 code 也会大部分都会有这个 requirements 这个档案，那你就看他用什么，你就跟他用一样的这样。比如说我们就像刚才的那个 nerf 好了。这3个版本，你的意思是这样子啊？这3个版本是相互关联的吗？不是。这2个是 Torch 跟 Torch Vision 是相互关联的，就是说你 Torch 如果指定这个的话，它这个 Torch Vision 是会有限制的，就是你不能安装跟它这个预设的 0.12.0 差太多的版本。对，这2个是相互关联的，但是这个 PyTorch Lightning 是完全没关的。对，这个的话你想要用多少都可以，那我都是用最新的。那是不是相互关联的话，你就要看它，就是你安装的时候它有没有报错这样子。对，如果有报错的话，你再改就好，要不然通常我都没在管，就是都用最新的。好，那安装好了，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就是按照它的这个，教学来写。对，好，那这边的话呢，我就，也是要看一下我之前写的 code 来，修，怎么说？因为这个好处就是你写完一次之后呢，你下次要再写，你就不用全部从零开始，你就可以参照你之前写的那些 code， 因为就是像我们一开始说的嘛，它是每一个，比如说那个读取 data 的部分，读取网络的部分，然后训练的每一步骤
它都是帮你包好的，就是有一个函数告诉你说你现在这一步在做什么。那很多时候那个内容的话是每一个不同的 project 都可以通用的，所以呢，你只要写了一次之后呢，你下次可能你要做的任务不一样。比如说我现在是做 MNIST， 我是做图片分类，那之后可能不是做图片分类，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拿之前的 code 来去进行一个修改。你可能只要改说你的那个模型可能长得不一样，然后你输入输出长得不一样，大概就这几个部分，然后那个损失不一样，你就更改就是对应的部分就好，你就不用从头开始写。对，不用重新从头开始写这样子。我现在就是比如说我那个 nerf 的话，我就已经写好这么多，那我之后的话就是复制一份这个地方，然后再把需要的部分修改就好。那这样子的话，就写的就快很多。你是用 Pure Line 好用吗？我们查到的是这些东东啊，关于环境净化的公司。好，对，所以今天的话，我也是会常常看一下我之前到底是怎么写的这样子。好，那对，这个 MNIST 的话，它官方也有提供一个教学的 Python 的档案。那今天的话可能会写的跟这个差不多，那我再告诉大家说，这个每一步大概是在做什么这样子。好，那我们就开始写吧。那写的话，一开始就要 import torch 嘛，就是我们需要 PyTorch 的东东啊 ，import 了之后再说好了。那这个先把这个 terminal 关掉哦。这 PyTorch Lightning 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你需要写一个，比如说我这边叫它需要写一个 class， 叫做这个名字呢，我就叫做 system 好了。MNIST System， 那它是继承这个 PyTorch Lightning 的 Lightning Module， 对，这是这个 PyTorch Lightning 所有中心的部分都是在这个 class 里面。那我们需要 import 这个 PyTorch Lightning， 或者是我之前的写法就是直接 import 里面的 Lightning Module 这样子，对。那我就不需要这个东西。那我先把这个的环境，对，因为我刚才安装是在 tutorial 的环境嘛，所以我这边切换到那个 tutorial 的环境。我现在有超多的。等一下哦 ，tutorial， 好。对于 data augmentation 有研究吗？Pure Line 很漂亮，等一下我再去搜寻一下。我是觉得我自己设定这个还蛮可爱的啊，就是它有这个人的脸，然后你打错的话，它会不是滴滴，对你打错的话，我把它设定它会变脸这样子。那个 data augmentation 有研究吗？也不算吧，但我至少会用就好。就是现在有很多 data augmentation 的那个就是别人写好的那个资料包嘛，比如说我所知道的啦，但应该有很多其他的。我所知道的也有用过的一个叫 augmentation 这个东西，我来看一下。WXNIS 就是它可以做到一张图片呢，你就是更改它的颜色啊，或者是加亮度，然后让它变模糊之类的。这样子，然后增加就是不同的变化，然后让这个模型呢可以对应更多种不同的情况，这样子。这个我是有用过啦，但你要说有研究吗？研究的话，应该就是更那个怎么说，更复杂的了。比如说像那种什么 cut paste 啊之类的东西 ，cut off cut paste 那种才叫研究。如果你是指那个的话，我就没有研究了。那个叫什么 ？cut and paste。
就是呢，它有一些研究是研究说，比如说这个我其实不太熟啦，就是一张图片呢，你可以把它，就是你比如说你要训练一个猫狗的分类器，然后你有猫的图片跟狗的图片，那它有一些 data augmentation 的方法，除了什么把每一张图片旋转一下，增加它的那种增加它的变化之外，它还有一些是怎么说？比如说你把那个猫的头切下来，然后贴在那个狗的上面，然后让它去训练。训练这个可能是你要分类一半一半这样子，就是有种很多非常奇妙的方法，就是然后最后呢是可以达到增加那个准确度的效果这样子。そう今はデータアグメンテーションの話をしてたんですけど、エヴァンさんの質問で、僕が使ったことがあるのはこのアルベメンテーションというライブラリで、ある画像をいろんなオーグメンテーションをかけることができるという便利なライブラリがありますと。对啊，就更简单的，比如说你就把那个，比如说猫的头就是卡掉，但也不一定是头啦，它就是那一张图片，它随机取一个地方，然后把那一个地方，比如说可能弄成灰色，然后这一张图片呢，它也把它当做猫去进行训练。那好像这样子的话，那个精确度也可以达到上升的效果。对，这些研究我是知道啦，但是不是太了解它的原理，我只是把那个结果记下来而已，这样子。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地方，再回到这里来。好，那这个我们说到这个继承 Lightning Module 的这个 class 呢，是这个所有这个 PyTorch Lightning 它的一个最核心的部分，这样子。这是算 AI 图片处理吗？这不算图片处理，这是 augmentation 的部分，是人工让它把那个图片加工，所以不是这个部分不是 AI 做的。对，好，那我自己的习惯呢是这个每个 class Lightning Module 的 init class 呢，我会给它一个 hyperparams 的一个参数，然后让它可以取得所有它所需要的那个参数这样子。那这个参数是什么？我等一下会跟大家介绍一下。OK， 那 init 呢，第一步呢就是要 super init， 就是要先把继承的这个 class 的所有东西都 init 一下。这个就是这样子。好，那下一步这个 save hyperparameter 呢，是把所有的那个参数存起来。那存起来的话，这边的意思是，因为我们就是训练的过程说，你不只是让它训练，那你还要记录说训练的那个过程是长什么样子。通常我们会那个看一个叫做 loss curve 的东西，来判断说你现在这个模型是不是有在正常的训练这样子。对，那这个 loss curve 呢，就是记录每一次训练那个模型所计算出来的那个损失参数的那个大小。那正常来说的话，你要看到一个像这样子，就是渐渐下降的曲线，这样子才是代表它有在学习的，它有在训练。那除了看 training 以外，你还要看 validation。那比如说这个图应该就是这样子吧，这个蓝色是 training， 然后黄色是 validation， 你就要监测说这两个东西都有在下降，你才能就是至少安心说在这个训练的部分它是没有出太大的错误这样子。对，所以这个 save hyperparameter 呢，这个函数的意思呢是记录说你这一次实验用了怎样的参数，就是你可能第一次实验用了某一组参数，那第二次用了另外一组参数，那你可能第一次正常下降，那第二次怎么突然变成 loss 上升，那你就可以之后呢回去查看你每一次训练是用怎样的参数，因为你有可能会忘记嘛。那有了这个 save hyperparameter 的话，你就可以把每次的参数都记录下来，然后你之后
做实验的话，你就可以回去看说，可能哪一次的实验用的参数是最好的这样子。OK， 那这个函数是这样子的意思。好 ，OK， 那我们看一下哦，接下来，那我先回答一下，谢谢，因为最近在研究怎么用少量样本去扩增资料。你说 few shot 这样子的吗 ？few shot 或者是 one shot 这样子的一个训练方式吗？这个的话我没有研究过，我只有听同事他们研究的时候有报告一些相关的内容，所以我大概知道那个 augmentation 这样子的方法。对，但我实际没有太了解。我的人还是回到右下角好了，我还是发现会挡到右下角，因为我现在把 terminal 关掉，所以应该不会挡到了。OK， 好，那没有，我们现在这边先照着它的这个教学来写，然后之后呢，我们可能有时间，我们再把它写得更有组织一点。好，那它在这个存完这个参数之后。hyperparameter 的中文是什么啊？日文就叫 hyperparameter。特に変わった名前ではない。だけど、これ中国語なんでしたっけ？超参数，好吧，就叫超参数。好，那它这边的话是直接。它是在这个 init 里面定义那个定义它的那个深度网路的一个模型。对，那这边的话呢，它是定义了一个很简单的，就是2层的这个线性的，就是隐藏层。对，其实第一层我们刚刚不是说那个翻成中文也没人听得懂的中文。日文也是啊，他就直接把 hyperparameter 就是直接用片假名就念 hyperparameter， 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不知道的人。对，他这边的话是直接把那个就是输入，我们刚刚说它的输入是28×28的那个黑白的图片嘛，那每一个像素呢，它就把它当做一个输入。对，所以它是先把这张图片呢。就是每一个像素当输入，然后去进行一个就是全连接层这样子。那这边它设定它的这个 hidden dimension 隐藏层的那个有几个神经元这样子。那比如说我们这边就先给它一个，那也可以不用。我们比如说我们就这样子好了，这样子。然后呢，它这边还要。没事，对，然后之后呢，通过之后，我自己是不太会这样写啦，但也可以。然后我再看一下它是怎么写，它是这样子写，那也可以啦。就是它这边是先定义每一层，那每一层之后，正常来说会要有一个那个活性参数。等一下，那个中文又是怎么叫的啊？ Activation function。Sorry， 我现在不太会中文，因为我从来没有用中文学过，也没有用中文做过这些东西，所以我要查一下中文是什么。你这边有用中文学这个的吗？激活函数，但激活不是中国用语吧？激励函数。SVM 的，对 ，hyperplane 数学上也是这样子说的，就是超平面，对，因为它就是一个高次元的东西，没办法想象，不是平面，但是你可以以平面的方式去想它，这样子。不用中文了，讲英文也可以啊。
好，那我就不特别去查中文了。对，就是说，正常来说，每一层呢，你后面都要加一个那个 activation， 要不然这两个直接这样连在一起，就等于是其实只有一层而已。对，如果没有那个 activation function 的话，那我自己的习惯啦，是会写成像我这边还是以我那个 Nerve 的例子来跟大家说好了。对，就是我会写成这样子 sequential 这样子，要不我们这里也这样子写好了，因为这样子的话就是你一步就结束了，你就不用就是 linear 之后又在另外的地方写 activation， 因为它的写法是你看哦，它在这里写这一层是 linear， 然后 activation 呢是在 forward 的地方才写，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就比较不直观吧，我的话是会全部都写在一起这样子。好，ここはネットワーク定義するところで、ちょっと今の書き方だと、そのリニアレイヤーの他に、普通はそのアクティベーションファンクションがあるんですけれど、彼はなぜかそれを別のところに書いてる。で、これはあまり直感じゃないので、ちょっと僕は書き換えようかなと思います。好，比如说我们这边就写 self 点 net。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写说等于这个 torch。那通常我这个 NN 的这个 NN 这个的意思是指 neural network 嘛。那我也因为它是在 torch 下面，但是你每次都要写 torch 的 NN 就比较长。那我自己的话是会这样写啦 ，from torch import NN 这样子。这样子之后我就只要写 NN 就好了。对，那这边的话就可以 self NN 等于点 sequential， 然后呢，每一层呢，我再把它写在里面，然后，哇，它每一次跳出来好多，这样会不会挡到你们？反正我们打完再看。然后最后一层的话。最后一层应该不用吧？最后一层的输出是10，应该就直接这样就好了吧？对，通常来说，那个怎么说分类的这个任务的话，我们最后一层就直接让它输出那个每一个 class 它的 log probability， 就是最后一层，直觉上来说会让它输出。就是每一个 class 的几率，就是从0到1的几率，然后加起来是1这样子。但是呢，我们在训练的时候，我们其实不会这样写。我们最后一层就是直接让它 linear， 那它出来可能是负的，也可能是正的，而且不一定在0跟1之间。那为什么这样子写呢？是因为我们在计算 loss 的时候会用到另外一个计算 loss 的一个数学式。那个数学式呢它是用 log probability 去计算的话，会比较稳定的一个式子，所以通常呢，我们在分类的话，最后一层就是直接输出这个 linear 的结果，不会再去加那个 activation function。当然你要加也是可以，但是要加的话，也是加那个 softmax， 加 softmax 也是可以，但是就是好像据说会比较不稳定，就是你在计算 loss 的时候。所以通常都是不加，就直接这样子的。好 ，OK， 那这是定义我们这个模型的部分。那定义模型的话，也是在这个 init 里面。好，那这是定义模型。好，那接下来，第二步呢是定义这个 forward 的这个函数。那这个 forward 的这个函数呢，它是这边的这个。步骤呢是要写说，当你今天有一笔资料进来的时候呢，你要输出它的结果，就是你要怎么样输出那个结果。那这边的话就很简单，就是 return self 点 net， net 就是把这个 x 套用在这个 net 上面。那这边的 x 的大小就是这边我们可以写一下 batch of images。
那我通常的话是会在前面就是写一下这个 x 它预期的大小会是，就是预期的那个格式会是怎样的。那这边格式的话就是28×28的一个图片这样子。那我们就直接把这个，等一下，好像不是，应该是 batch 成28×28，因为它是直接把每一张图片是一个2维的方式出来。那前面的 B 是指这个小 batch 里面有多少张图片，这样子。那我们在这个输入进来之前呢，我们还要去进行一个 flatten 的动作。那 flatten 的话，它是我们可以直接这样写啦 ，x 点 flatten。这个的话是把我们写2步好了，让大家比较容易理解。我自己写的话也是，通常会就是有在改变形状的时候会，就是通常会在后面写一个注解，说更改完后的形状是怎样的。对，那这个 flatten，是把任意变成就是只有两个维度的。但是这个写法其实，如果是 PyTorch 是这样子写没错，但如果是其他，如果是 X 又是其他的，比如说 NumPy Array， 它可能那个大小又不一样。所以呢，这边的话也顺便推荐一个我自己也蛮常用的一个，就是在操作这种变换形状非常好用的一个扩充包，叫做这个 inops。这个我没有 star， 我现在给它一个 star。对，这个的话就是让你的这个更改形状的这个操作变得更容易理解。那我这边就直接教大家怎么用好了。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再详细看它的文件。那我这边也 install 一下，把这个 inops install 安装一下，然后记得把它写在这个 requirements 里面，是 0.4.1。好。在这边好了。它常用的就这3个函数 ：rearrange、reduce、repeat 这样子。那我们rearrange 呢是改变那个形状的一个函数。那比如说我这边就可以把这个地方改一下。我们 rearrange 呢是把 x rearrange， 就是代表说我们把 x 的那个形状要进行一个修改。那修改的方式呢是前面先提供它原本的形状。那比如说第一个次元的大小是 b， 然后第2个次元是 n1、n2 好了，或者是 xy 好了。对，那这是变更前的那个次元。那变更后呢，我想要把 xy 这2个弄在一起，那我就写一个括号 xy。那这样子的意思呢，就是代表把后面2个就是弄在一起了，它最后出来的结果会变成28×28。那你这边的话也可以指定说你的 b 必须要指定是多少，那 xy 要是多少。对，比如说我就可以指定 x 等于28，然后 y 等于28这样子。那不指定也没事。那比如说我们就这样子。对，这样子的话就是比较直观，你就可以看到说，它变形之前是这样子，那变形之后是这样子。对，那个 flatten 刚才那个写法你就看不太出来。好，OK， 那接下来就是定义完模型之后，我们刚刚说有3个嘛，一个是读取资料，那这边还没有写到，然后第一个是建立模型，我们这边已经做好了。那最后一步是那个写那个 training 的那个怎么样计算损失函数，然后对怎么样计算损失函数就好。那在 PyTorch Lightning 呢就是要写一个叫做 training step 的一个函数。那
等一下哦，这个顺序我想一下，这边的话可能先介绍一下。先介绍读取函数的地方好了，读取资料的地方好了，对，因为这边会用到。好，那对，等一下哦。OK， 那这个读取资料的地方呢，它会有一个叫做 prepare data 跟 set up 两个不同的函数，我们都要把它写出来。对，那首先第一个 prepare data， 那 prepare data 的意思呢是下载资料。对，那这个是因为我们可能比如说 MNIST 这个东西，我们一开始并没有这些资料，所以我们要从网络上下载这样子。那如果是你已经下载好了，那其实这一步是可以省略的，这样子。好，那 prepare data 的话呢，对 ，PyTorch 也很好，它有直接提供一个 MNIST 的一个，有吗？有啊 ，from MNIST 这个 import MNIST 应该是这样子吧？对，它在 Torch Vision 点 Datasets 里面直接有一个 MNIST 的一个东西，应该是这样直接用。我看一下哦 ，available， 应该是这样子。我查一下它的文件好了。点 MNIST train， 然后 download。OK， 那应该就是直接 import 那个就可以。好，那我们这边就 import 这个 MNIST 的资料集。这边可能分开一下会比较好，比如说我们那个跟网络相关的摆在上面，然后跟资料集的摆在这里，这样子。好。OK， 那这边的话呢，它需要我们提供它这个一个下载的一个地方，那我们这个也可以放在这个 params 里面。我都写 self 好了，它好像是会直接把那个参数存到 self 点 h params 里面。那这边我们就叫它一个 root dir。然后现在等等哦。这样子写可能会不会越来越，因为我还没有介绍什么是 hyperparams。我想一下，我们现在用一个好了。对，通常我会，我会再用一个新的档案。叫做，比如说我就叫 op.py 好了，在这个档案里面呢，我会定义说所有需要自己指定的那些超参数是什么，然后呢，我在 train 里面呢读取这个东西，然后再把它叫到这个里面来。对，这个写法也是我在这个 nerf 里面都是这样子写的。那比如说我就一样，这个就直接复制过来。我也有一个叫做 op.py 的东西，那在这边的话，我就定义了所有需要的一个超参数。那我们今天就不用那么多，我们就简单的就好。比如说，我们就先这样子。这边的话就是这个 argparse 的，就是基础的写法，这样子。
好，那在这边呢，我们定义所需要的所有参数，我们等一下也是一个一个，就是在 train 里面写完，我们也在 opt 里面写。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 hidden dim， 当然，没关系，我们就这样子写。我们当然也可以现在就 hard code 啦，都可以。那比如说这个整数的部分呢，是有一个随便了，这个好了，就直接复制。大家看就是复制很多东西，然后比如说这个叫 hidden dim， 然后 default 呢，比如说就叫128好了 ，number of hidden dimensions 这样子。对，那我们就有这几个东西，然后叫出来的时候呢，我们会在 main 里面把它叫出来。对 ，Python 的 main 的写法是这样子。那如果是在 main 的里面的话呢，我们会这个 hyperparams 呢等于这个 getOps 这个东西，然后我们再叫一个这个 system mnist system 等于大概是像这样子的，对。然后我们这个 getOps 呢要把它从那个刚才那个地方叫过来 ，from up import 这样子 ，OK， 大概是像这样子的写法，就是把那些要指定的参数呢写在另外一个档案，然后在这个主要的这个 train 的档案里面把那个参数叫过来，这样子。好，那我们这边 prepare data 回到这个 prepare data 这里 ，prepare data 呢就是准备所需要的那个资料。那这个是就是通常就是指下载资料，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需要的步骤呢，叫做什么来着？这个不用，跑到哪里去？叫做这个 set up。set up 这个我们也直接复制好了。set up 的意思呢是指把这个把这些资料，怎么说？在每一台训练的那个硬体上面把它叫出来，大概是像这样子的意思。对，这边两个参数是两个函数是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说，这个 prepare data 呢，它是只执行一次，就是比如说我们之后可能会用到你要在比如说很多台 GPU 上面分散执行、分散训练。但是呢，这个 prepare data 呢，因为它是管这个 data 下载的部分，所以你下载资料你只需要下载一次就好。所以这个函数呢，只会在 main process， 就是你叫的那个第一台那个机器上面执行一次而已。但是这个 set up 呢，它是在每一台，比如说你现在要用8个 GPU 去进行训练，那它在每一个 GPU 上面都会叫一次这个 set up， 因为呢，你让它在很多个 GPU 上面分散训练，那你每一个 GPU 呢都只会需要取得一部分的资料而已。那它这个 set up 呢，就是在处理说每一台 GPU 会接收到哪一部分的资料这样子。所以呢，这个是在每一个不同的机器上面它会都执行这样子。所以这是这两个 prepare data 跟 set up 的不同之处。那我们这边它有一些不太需要的，我们可以先把不用的删除。等等哦。
好，这边是下载，那这边是下载过后的结果，所以我们把这个 dataset 呢，会不会旁边字太大，后面的看不到啊？然后缩小一点看，缩小一格这样子。这样子好像还是可以看得清楚，那就这样子好了。对，好，这边我先把一些不是特别需要的参数去掉，我还加个注解好了。这边是 download data once， 对，那这边是 set up dataset for each machine 这样子。对，这边是下载，那这边是对于每一台，声音会断续，会吗？有可能我头左右摇，那个麦克风不在我旁边，这样子会吗？我注意一点，不要离麦克风太远，我让它离我近一点。对，那这边的话要下载，那这边的话就不用。OK， 那这边的话是读取刚才已经下载完的 dataset。然后呢，再把它分成 train 跟 val 这样子 ，train 跟 validation。那分的方法的话，它是用一个 Torch 里面的这个 random split。那这个也是 PyTorch 里面有提供的，我们就直接拿来用。这里有一些不用的，我们等一下可以把它删掉。应该 data loader 等一下我们会用到。OK， 那这个 random split 这种太长的话，我就会加一个反斜线，然后把它分成2格。这边的话，我们就可以指定说多少拿来训练，多少拿来做那个验证。那 MNIST 的话，总共训练资料有6万笔。那比如说，它这边的例子好像是哪里的例子？好像是55000拿来训练，然后5000拿来做 validation。当然，这个参数我们也可以加在这个 option 里面。比如说呢，我们就可以再加一个叫做 validation size 的一个参数。那我们 default 设成5000这样子，代表说我们5000笔拿来做这个 validation size of validation set 这样子。好，那这个的话，我们也可以从这个 hparams 里面的这个 val size 里面把它取得。这个是6万啦，当然它这样子也可以。OK， 好。没有了。好，对，因为我麦克风在我右边，那我的那个留言区在我左边，所以我要看留言区，我头要转到左边啊，那个声音就会比较小。好，那这边的话是做那个 train validation 的那个分割，大概是像这样子。然后呢，分割完之后呢，我们要给它准备一个 data loader。这个的话，它的教学是写在另外一个档案，但其实可以写在同一个档案里面。比如说，我就复制我之前写的。好，今天写的是这样子 ，data loader。好，我改名好了，叫 train dataset 跟 val dataset。OK。好，那 data loader 的地方呢，是把这些 dataset， 因为它是一个一个的嘛，就是每一个dataset 现在出来，它每一个 data 是一张图片加上它那一张图片的那个 label， 就是那张图片是0到9的哪一个数字这样子。对，那我们现在把它，应该已经，等一下MNIST 的这边讲说应该是0到9，但是它应该已经转换成 one hot 了。我很久以前用过的，现在已经忘记，应该是已经转成 one hot 了。对，
那是第一个 data 的第一部分是28×28的图片，那第二个部分就是一个 one hot vector， 比如说它是4的话，它那个数字是4的话，那它的那个出来的结果会是就是一个长度为10的向量，然后第4个位置是1这样子，其他都是0。对，那这是每一个独立的资料。那这个 data loader 在做的事情呢，就是把这些资料呢，你每一次会随机选一部分，然后当做你训练一次所使用的那个 batch。对，那它就是把这些资料呢，比如说我 batch size 可能设成32，那它就在里面随机，那随不随机你也可以自己指定。那如果是随机的话，它就是反正就选32个资料，然后把它弄在一起，然后形成一个 batch， 然后回传给你的这个训练的这个程式的地方，这样子。对，那这个就是这个 data loader 在做的事。那这里面呢，就可以指定像我刚刚说的，要不要这个 shuffle 就是要不要随机。对，随机把这个 data set 先洗牌一次。那 num_worker 是那个读取这些资料用的那个 CPU 的数量啦。对，但这个东西跟结果比较没有关，跟那个读取的速度比较有关。这个的话好像也没有一个怎么说，没有一个通用的方法可以决定最好的数字是哪一个。有人建议是什么4乘以 GPU 的数量，但是好像也不太一定，就是跟每一个不同的任务有关。那我自己是对这个不是太有兴趣，所以我一直都是比如说就设成4这样子。对，当然如果你觉得太慢或者怎么样的话，你也可以就是再调整这个地方，或者比如说我们就再用一个 hyperparameter 也是可以的，但我自己是对这个没太有兴趣，所以通常我都自己 hard code 成4。对，那我们就把这个workers 有 s 吗？s 对啊，比较重要的是这个啦 ，batch size。batch size 呢，就是每一个 batch 它里面有多少笔资料。那这个的话，就是会跟那个模型的准确度、速度会有模型的准确度跟训练的速度会有很大的关系。这个的话就是需要多方尝试了，也没有一个就是完全就是没有一个数字是在每一个任务都是最好的这样子。那这个跟精确度有关，那你可以就是实验去调整它这样子。当然也跟那个就是 GPU 的记忆体的大小有关，因为我们说 batch size 它是决定每一个 batch 有多少笔资料嘛。那因为最后如果是在 GPU 训练的话，你是要把这些资料同时传送到 GPU 上面，所以你这个 batch size 也没办法就是无限增大，它是上限就是你就不能超过你的这个 GPU 的记忆体的大小。所以我们再加一个叫做 batch size 的一个参数。那我看一下它这边通常是设多少 ，mnist 可能就设成128之类的。它这边设成32，因为 mnist 的那个图片比较小，所以 batch size 设大一点也不会导致记忆体不够。但是可能反正就是教学，所以精确度不是我们今天的目标。OK， 这个最后这个 pin memory，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但是好像这个是跟那个速度有关啦，就是训练的速度。好像就是用 GPU 的话，用等于 true 好像是比较快的，但是我也不知道原因是为什么。好，没关系。那 validation 的话，也有一个叫做 val data loader 的东西。那
写法也是跟刚才一样。那 validation 的话，因为是所有的资料都要 validate， 所以我们就不需要特别去洗牌了。就是意思就是说，你最后会拿到所有的牌啦，一副扑克牌你会拿到所有的牌，所以你不用洗牌，就是你洗了，你最后还是拿到所有的，所以结果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再多做一个洗牌的动作。好，那其他的部分是一样。好，那这边是读取资料的部分，终于讲完了。好，读取资料结束之后呢，我们再来讲这个 training step。training step 就是每一步训练它是怎样做的。哦，等等，好，对，没事，这个顺序应该是没错的。好 ，OK， 那这个 training step 呢，它里面有2个参数，一个是 batch， 一个是 batch index 这样子。那 batch 呢，它就会回传说你这个 data loader 所回传出来的东西。那所以你就要看你这个 data set 里面回传出来的那个资料的结构是长怎样的。那今天的 MNIST 呢，它是一个很简单的结构，它会回传2个东西。那第一个东西呢是那个图片，那第二个东西呢是那个每一张图片它的 label 的 one hot vector。对，所以我这边不要写 xy 好了，让它写的那个变数名称比较容易理解。比如说我们这边就叫 image 跟 label 好了。或者我通常因为有复数个啦，所以我通常都会再加 s 这样子。然后呢，这边的话是要告诉这个模型它的 loss 是多少。所以呢，它计算 loss 的方法就是你先把这个 image 呢把它 pass 到那个模型里面，得出它的输出。那这边的话就是叫这个 self 括号 images， 那这个其实叫的是我们刚才写的这个 forward 的这个函数。对，这边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这个 PyTorch Lightning 它 forward 的函数是用这个地方叫出来的，就是 self 括号，然后你的那个 input。对，所以呢，最后回传的出来的这个东西就是 labels predicted。就是我们预测出来的这个每一张图片它的那个数字是多少。OK， 那接下来我们要计算这个它的 loss。那一般来说，这个图片分类就是分类问题，我们会用这个 cross entropy loss。那这个部分呢，我很久没用了，我还是查一下好了。PyTorch 有一个叫 cross entropy loss 的一个 class。然后现在在看它是不是 softmax 之前 with class probabilities 应该是要 with logits 吧。哦，直接这样子就可以了。好，那我们就直接用它的写法好了。等一下哦，我再看一下。它这边有写是 logits 吧？像没有。Row unnormalized 也可以用这个，都可以。那我们用它
用它的教学里面用的好了，这样子比较不会错。对，它在这个 torch NN 里面还有一个叫 functional 的一个子叫什么？子函数。好，我们把这个 import 进来，在这里好了，在上面好了，对，那我们就可以用它里面的那个 cross entropy 来计算这两个之间的 loss， 这样子。对，那前面这边是我们计算出来的每一个 class 它的那个 log probability。log 几率，然后后面是真正的这个 label， 就是0到9的一个数字这样子。那我们计算 loss 之后呢，回传出来。那这个回传的方法好像有很多种，好像没有，就是回传 loss 这样子。OK， 好，然后呢，同样的我们也会有一个叫 validation step 的东西。那 validation step 的话，也是可以计算，比如说你也可以计算 validation 它的 loss。那我们先用同样的方式好了，比如说这边的话，它这个取的参数一样，也是 batch 跟 batch index。对，这 batch index 刚刚没说到，就是这个是指那个每一个 batch 它的那个编号，比如说第0个 batch 它的 batch index 就是0，那第2个就是1这样子。就是0、1到最后，那通常是不太会用到啦，因为 batch 的编号跟训练比较没有太大关系。会用到的时候，可能像是你要 log 的时候吧，你可能会第一笔资料你把它记录一下之类的，你就要 if 这个等于0的时候做一些特别的处理，但通常是不太会用到。好，那接下来这个 validation step 的话，也是一样的啦，还是我不要叫这 label predicted 啊，等一下，我这个改一叫名字好了，因为这个就是 log probability， 所以我把它叫做 logits 好了。OK， 然后呢，这边我们也可以，比如说就计算 loss， 那它这边呢多计算了一个东西是 accuracy， 就是它要计算说我，就是预测出来的结果跟正确的结果，它的那个准确度是多少？对，所以它计算了一个 accuracy 的一个东西，然后它计算的方法是这样子。但现在的话，好像这个 PyTorch Lightning 呢，它里面有一个叫做 PyTorch Lightning Metrics 的一个东西，它好像这个可以 Torch Metrics。它好像这个里面就有提供一些计算精确度的一些方法。但这个我还没有用过，所以对，这我还没有用过，大家可以研究一下。这边还是先用一些比较不会出错的方法，我看一下。然后这边不太熟，等一下这个 accuracy 等一下再回传好了。我们先回传 loss 就好。对，那这边的话呢，我通常我的习惯呢是会回传一个 dictionary， 通常会回传像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对，对，那比如说我就叫 log 好了。回传一个 log 的东西，然后呢，因为这个是在每一个 validation， 它也是用每一个 batch 去进行一个计算的嘛，所以呢，它会有很多个 batch， 因为我们不是说有5000笔资料嘛，
然后如果我们的 batch size 是32的话，那这个 step 呢总共就会执行5000除以32，它的那个整数再往上取1这样子。那会执行这么多次，所以我们最后要计算的 loss 呢是平均的 loss， 所以最后呢我们通常还会再加上一个这个 validation epoch end 这个函数。那这个函数呢是在处理说我这个 validation 每个 epoch 就是每5000笔资料结束之后要做的一个操作。那这边要做的操作呢，就是把刚才所取得的这些 log 呢合而为一。就是不是每一笔都有一个 loss 吗？那我就最后的话，我就要取这些所有的 loss 的平均，然后来当做我这个 validation 的 loss 这样子。那这边的话也是就复制之前写的。那这个 output 的这边的参数呢，就是刚才这个 validation step 所回传的东西。那每一次会有很多个，所以我们最后把它 stack 起来这样子，然后取它的平均。那我看一下它这边是怎么写它这边也是这样子写啦。对，它这边的 validation epoch end， 它这边的 output， 因为对它这边写法，它回传的跟我不一样，它回传的是直接是一个 accuracy 的值，所以它的这边的 output 呢，就是这些所有的 accuracy， 所以它只要把它 stack 起来再取平均就可以了。那因为我这边回传的是一个 dictionary， 所以我这边要做的是要先把 dictionary 相对应的值取出来，再取平均。好，那取完平均之后呢，我们现在对刚才没有说到，就是其实还有一个也不算是深度学习的步骤哈，就是我们训练的时候会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记录，把这些对，一开始有提到我们要记录这些 hyperparameter 嘛，就是刚才这个一开始的这个 save hyperparameters 的这个函数做的事情，它是记录每一次实验我们所指定的参数是多少。对，那在讲那个的时候，我有讲到说我们会记录一个那个 training curve 这样子的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呢，它在这个 PyTorch Lightning 里面呢，也有很简易的，就是记录的方法，就是你打这个 self log 这个东西呢，它就会帮你记录说，比如说你每一个训练 step 的 loss 是多少，然后每一个 validation 它的 loss 是多少，这样子，它可以用这个函数呢，很容易的帮你把它记录下来。但 train 的话，好像预设就直接帮你记了，好像没有。loss 可能要自己手动写，等一下我再写。那写的方法就是呢，你要记录的那个变量的名称，比如说我这边要记录的就是 validation 的 loss， 然后呢，它的值是这个 mean loss 这样子，然后呢，后面可以指定一些东西，我看一下好像有2个，我现在有点记不起来。一个是要不要写在那个 progress bar 上面，一个是要不要什么的。一个是什么 on step on epoch， 这个我好像都没有动过，我们就设这个 progress bar 就好了。这个 progress bar 的意思呢，是要不要把它显示在那个，就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到，它会显示在这个terminal 里面。通常的话，我会设定成 true 啦，就是这样，你就是每一步你都可以看到它是不是有在下降这样子。OK， 那不写的话就是 false。对，那我们刚刚说这个 train 的地方，其实我们也可以写一下，就是我们计算完 loss 之后呢，我们把它 log 在那个 progress bar 上面，这样子。
好像这个会直接等于 true 啊，没关系，我们写等于 true 也没事。好，那像本体的话，大概还少一个 ，sorry， 还少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我们这边定义了它 train 跟应该说 train 它的 loss 是多少，但我们还没有告诉它那个 optimizer 要用什么，我们要用怎样的那个最佳化的方式去让它做梯度下降，这个也是要定义的。那这个定义的方法呢，叫做这个 configure optimizers 的一个东西。对，这个也是很重要的。然后我们就写在哪都可以，比如说我就写在这里好了。对，这个地方呢是定义这个我们要用怎样的方法去做梯度下降。那这边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用一个超参数。那我们这边就先固定好了，就因为那个写起来可能比较麻烦，因为每一个那个它的名字不一样，那个 optimizer 的名字要 import 不一样。对，我们这边就先固定。对，这边的话是使用这个 Adam Optimizer， 当然你有很多其他的选择，比如说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 (SGD) 啊，或者是那个什么 RMS Prop， 或者是还有最新的一些就没有在这个 Optim 里面。我是会用一个叫做 Torch Optim 的一个东西。名字我有点忘了，等一下。等等，那名字叫什么？我们写在这里啊。有一个扩充包也是提供了很多各式各样的不同的 optimizer， 叫做 Torch Optimizer 这个东西。对。这个更新好像蛮久以前，不过应该最新的都还是有。就是这里面有提供很多，就是最新的那种 optimizer 的方法，有很多现在我都已经不认识了。对，如果你想要用更新的话，你可以试试看用这个。那今天的话就用最简单的这个 Adam 就可以了。那 Adam 的话，第一个是指定它的所要最佳化的那些参数。那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模型都已经定义在这个 self.net 了，那所以只要叫这个 self.parameters 就可以叫出所有的参数，或是你 self.net.parameter 其实也可以。对。然后呢，指定它的这个 learning rate 就是学习率。那这个的话，我们也可以再新增一个参数，叫做 learning rate。我们就叫 LR 就好了，就不要写太多字。它的 default 是多少啊？0.0001，对，0.0001，通常我们也不会写那样子，我们会写这样子，就是1/4，因为太多零可能就看不懂了，看不懂到底有几个零。但如果是这样子写的话，就比较一目了然吧，就是有4个零这样子。OK， 那这个东西呢，我们就把它 pass 进来。那这边就会有我们的这个 optimizer。那对最简单的呢，你就只要回传这个 optimizer 就好了。但是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常用的一些技巧，就是除了 optimizer 之外呢，我们还会加一个 scheduler， 就是更改那个学习率。就是通常一开始的学习率是很大的嘛，就是你设的那个值。那随着学习训练的进行，
就是那些模型的那个权重都慢慢被最佳化之后呢，你就会慢慢的减少那个学习率，然后让它学习变得比较稳定，然后最后的精确度也会比较高，这样子。那个的话呢，我们今天就先不说吧，但是要说吗？其实也可以说啦，就是你再定义一个 schedule， 等一下，地震，所以呢，地震，我先逃难一下。好像没有太大，我又回来了。地震好像是不是台湾也有地震啊？最近好像很多地震哦。之前前几天比较大的是在2个礼拜前还是3个礼拜前。Scheduler 的写法呢，我这边也可以介绍一下。我都用我之前这个 Nerve 来讲。比如说我们就可以有一个简单的这个 cosine annealing learning rate 这样子的一个 scheduler， 安全第一。好，对，但是因为比较小，所以就还好。之前2-3个礼拜前那个好像规模 6.6 的那个就真的蛮大，而且摇很久。那个的话我就到外面去，但是对还好我东京这边没有太大的灾害，我同事好像有人家里停电了，但我这边就没事，所以还好。对，这边也顺便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哇，又还在震，但小小的不管它。这个 scheduler 是什么东西？我之前有看到一个日本人写的，写的文章写的还不错，所以想分享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長尺大学生の独り言，他这边统整的还不错。たまに声が重なる。PyTorch のスケジューラーまとめ。これは本当によく書いたと思います。でもなぜかアクセスできない。あれ。お願い。ちょっと待って。为什么现在打不开了？開いたけどなぜかなんかおかしい。絵が出るはずなんだけど。あれ、絵が出ないな。あれ。真的真的有回音啊！还是我这个Ubuntu这边直播没有设置好。我今天回去再看一下好了，因为很久没有用这个直播了。好，这个打不开，用图片跟大家解释一下了。就是呢，还是这个可以。就是这个 learning rate 呢，比如说通常的话就是一个固定的值嘛，那它就是一条斜线，不是一条斜线，一条直线。那我们刚刚说那个 schedule 它是根据那个学习的进行，比
比如说横轴是学习的那个 epoch 的数量，那可能一开始是0嘛，还没有学习任何东西，那它的值是这么大。那我们呢，可能就让它根据学习的进行呢，我们把它的值慢慢的减小。那这个 scheduler 呢，就是定义说这个值要怎样减小，那就有很多种方法，比如说像是简单的这个 step LR。Step LR 就是比如说每10个 epoch 你让它学习率减半，那它就是可能会出现这种阶梯状，当然不会下来再往上，而是下来再下来再下来，就是这样每一步减半这样子。或者是呢，我自己最常用的是这个啦 ，cosine annealing， 就是它会像一个不是正弦波，余弦波，像一个余弦波的这一个部分一样，就是在2/2这里，就是这样慢慢的，一开始慢慢变小，然后后面缩小的幅度变大，这样子的一个缩小的方式。那有很多种方法。那我看了这篇文章呢，它是把每一种方法就是那个图片都让你看到，比较直观这样子。但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打不开，当然应该也有其他的地方。其他地方有这些图啦，大家可以自行搜索一下。OK， 那我们这边就随便用一个吧，比如说就 cosine annealing。那这个的话 import 也很简单，就是 PyTorch 里面也有这个叫 optimizer 的那个 scheduler。我这边也直接从这里 import 好了。应该这样就可以。对，这边是我通常也会在 import 的地方写一些那个注解。好，那这边需要定义的有它，比如说这个 cosine annealing， 它就要定义最大训练的 epoch 是多少？那我们这个训练的那个 epoch 的数量，我们也把它加在这个 hyperparameter 里面。比如说，它这边是多少呢？这边好像没有写齁。它写2个 epoch， 但是比如说我们就10好了。不知不觉已经过2个小时了。然后 eta min 是指最小的那个学习率啦。那我们这边就，比如说我们就缩减到最小的1%除以100这样子，就是最小的学习率，不要让它太小，大概是像这样子。OK， 所以它可以定义这个 optimizer 跟 scheduler。那还有一些更高级的写法，就是比如说，如果你有训练那个 GAN 的话，就是那个生成对抗网路，那它有2个网路，然后一个是生成的，一个是那个叫什么辨别的，一个是 generator， 一个是 discriminator。那这2个网路呢是分别使用不同的 optimizer， 那你就会有同时有2个网路跟2个 optimizer。那这2个 optimizer 呢，你也可以对它们使用不同的 scheduler。那时候的话，你就定义2个 optimizer， 然后对应到不同的 parameter。然后你在回传的时候呢，你可以回传一个 list 的方式，比如说你就回传 optimizer A、optimizer B 这样子。然后你的 scheduler 呢，也可以回传 scheduler A， 然后 scheduler B， 这样子就它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就是扩充方式。那因为我今天的例子里面只有一个网路一个 optimizer， 那所以我就这样子写就可以了。或者你就是甚至像我们刚才说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连这个 scheduler 都不要，那你就这种情况你就很简单，你就 return optimizer 就可以了。对，它这个框架虽然
是函数是名字固定的，但它回传可以有很多种不同回传方法，那就根据你的需要。那这边的话就是都有写在这个它的 documentation 里面。对。途中で聞き逃してわからなくなっちゃいました。ここはさっきはデータローディングの部分紹介して、データローディングした後に、各トレーニングのステップはどのようなロスを計算するか、あとはそのログ、ちゃんとロスが下がっていることをモニターするために、その各ステップのロスをちょっと書き出して確認するような関数も用意されていることを紹介しました。で、ここは学習のロスを計算した後に、そのロスをどのようにバックポップ、モデルの重みを更新する、そのオプティマイザーの定義をここで行われていることを紹介しています。で、そのオプティマイザーは、ADAM という、一般的に使われるものを使えばできるし、もしくはちょっと上級者らしいことをやると、その学習率を学習のエポックスに応じて徐々に小さくするコツをやるともっと精度が上がるということを紹介して、でそういうことをやる場合はこのスケジューラーを別で定義して、でリターンするときにそれぞれリストとしてリターンすればそういうことができるよということです。好，那这样子的话，这样子我们这个核心的部分就定义完成了，就是定义这个模型，然后读取资料，这个 prepare data 跟 set up， 然后还有各种 data loader， 然后呢最后是训练的部分，先定义这个 optimizer， 然后定义它的 training step、validation step 这样子。OK， 那这样的中心部分就定义完了。那最后的话，我们就来定义它训练跟训练，还有训练途中，我们不是说我们刚才有 log 这些东西吗？就是这些 log 东西我们要保存在哪里？然后还有最后我们训练出来会有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它的权重我们也要保存嘛，要不然你训练完就什么都没了，你只是看到结果，但你之后没有办法用。所以最后呢，我们要保存这个模型的权重，就是这三个部分呢会在这个 main 的这个函数里面执行。OK， 好，那这个部分一样，我们用我们的大招复制贴上。对，之前就写好的这些东西，我真的是可以照用。当然也不是照用啦，就是大部分是一样的，但是呢，因为我之前写的这个是在比较旧的 PyTorch Lightning 的版本，所以它现在的话可能有一些写法已经改变了，我们还是要参照一下最新的那个文件来确保说我们的写法没有问题。最後にこの学習のこのコアの部分も定義したんですけど、最後はその学習を行うわけで、学習を行ってその途中でログ定義した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のログをどこに保存するか、あとは、学習したモデルの重みをどのように保存するか、ちょっとここメイン関数の部分でそれを定義する。定義して終わりです。はい。好，那这边的话呢，OK， 这边的话呢，首先我们就这边也没有顺序啦，其实就我这边写的顺序是先定义这个模型的保存点。那保存点这个 model checkpoint 呢，它是就是我们要 import 的一些东东。这边的话应该是没有变啦。对，我们先把这些需要 import 的东西 import 进来。好，这边反正大家不用现在去记，反正我这个 code 最后会上传到那个 GitHub 上面，大家有需要的话再去
看，然后再去复制贴上就好。对，这边就解释一下那个想法是怎样，做法是怎样。OK， 这个 model checkpoint 呢，它是有一个 directory path， 这边是记录说你要保存在哪里。那保存的时候呢，通常我的习惯我会先让它建立一个叫 ckpts 的那个资料夹，然后在下面保存每一次实验的那个权重。那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名字来辨别每一次实验是怎样，所以我有加一个在这个 hyperparameter 里面，我有加一个叫做 expname 的一个东西。对，那这个 expname 呢，就会我们指定这个每一次实验的名称，然后每一次实验名称就会有一个资料夹，然后里面存取每一次的权重。OK， 那权重的话呢，我们这边 monitor file name 就很简单，它是最后存出来的格式会是 epoch， 然后等于0.ckpt 这样子的一个档案这样子。那 monitor 的话是告诉他说我要侦测哪一个东西，因为我们就是说你训练，比如说我们训练10个 epoch 的话，那它每一个 epoch 会正常来说是每一个 epoch 会存档一次，所以你最后会有10个档案。但是如果你今天训练100个 epoch， 那你今天就会有100个档案。但是有很多档案都是你不需要的，因为可能一开始那个模型还没有怎样训练好，你就是精确度不是太高，所以你可能不会需要这个东西。当然，如果一开始你是在做研究，你可能每一个都要检查的话，你可以每个都储存。但是到最后，你可能只会需要储存说最好的几个。所以那这个 monitor 就是你告诉他说，你让他侦测一个数值。那比如说，我就让他侦测 validation 的 loss。那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刚才在这里写的，这边的名字要一样，或者如果你有别的那个数值的话，你可以去让它侦测别的。对，那这边的话，比如说我就让它侦测 mean。那这个的意思就是说，那最后这个 save top k 等于5。那这样子的意思是说，我只让它储存 validation loss 最小的那5个档案就好，其他的我都不需要，是这样子的意思。那比如说呢，如果等于1的话，那你就是最后你只会留下 validation loss 最小的那一个档案而已，其他的最后都会被删掉。那如果你想要全部保存的话，就是等于-1这样子。OK， 那我们这边就随便等于5这样子，就是保存这个 validation loss 最小的那5个档案的意思。好，然后这个 p bar 这个东西呢，是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在这个 terminal 里面，它会有那个就是进度条，告诉你那个训练的进度现在是多少这样子。那 refresh rate 是这个告诉你指定说多久更新一次这个进度条。那这边我是预设1步就更新一次进度条。好，那接下来介绍这个是有关模型保存的地方，权重保存。然后呢，这个 logger 的地方呢，是刚才我们记录到的这些 validation loss 啊，除了我们让它可以在那个进度条上面看到之外呢，我们也让它保存在档案里面，方便我们之后回去 check 是否它真的是下降。那这边我使用的是 TensorBoard 的这个 logger， 那这边的写法也是跟这个 checkpoint 差不多啦，就是告诉它我要存在哪一个档案夹里面。那我习惯也是会让它存在一个叫 logs 的档案夹里面，然后每一次的实验名称叫做 expname， 就是每一次它就会新建一个 logs 斜线，然后我的那个实验名称的一个资料夹，就是方便我以后回去看。OK， 好，然后最后的话，这边模型的保存跟这个 log 的记录都定义完之后呢，我们最后定义的是这个叫 trainer 的一个东西，这个是最常改动的一个地方。
所以它这个 Lightning API 里面也专门有一个 tab 叫做 Trainer。对，因为这个地方的 API 是最常改动的。我们来看一下Trainer Flex， 应该是最下面吧？对，大家可以看到说这里有非常非常长的一个东西。对，我是基本上不会全部都用啦。我比较常用的几个，这边就跟大家解释一下吧。比如说这个 Max Epoch 就是设定最长训练的，训练员要严格把关，训练员要告诉他最多的事情，因为他就是关系到整个训练的成功与失败。对，最常用到的是这个 Max Epochs， 这个我最常用到的这几个跟大家解释一下就好。这边是设定最大的那个训练的 epoch 数。然后 callbacks 就是我们刚才设定的这些，就是要让它存档啊，让它显示在那个进度条显示出来这样子。然后一个 resume from checkpoint， 这个的话是指你可能比如说训练中断了，可能因为网络的关系啊，或者是你今天突然有事要出门之类的，你今天可能比如说你想要训练10个 epoch， 但是你今天可能训练到2个 epoch 的时候，你就要把它关掉了。那你这时候把它切掉之后呢，虽然我们刚才说有保存那个权重，但是呢，你下次如果想要从比如说训练到第2个 epoch 的时候，你停止了，那有这个第2个 epoch 的那个 checkpoint， 那你下次想要从这个地方再继续训练的话，你就可以使用这个指令，让它从那个地方你想要的地方再继续训练。那我们今天的话应该是不会用到，那把它去掉好了。然后 logger 的话就是这个刚才所定义的这个记录的地方。然后 enable model summary， 这个是你要不要一开始让它显示那个模型的形状，说形状构造，对，这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这个的意思。这边我设成 true 好了。然后 accelerator 这个的地方看一下accelerator， 对，这边的话，对，还有对，就是这边的话，就是我一开始这个直播一开始提到的那些，你只要一行就可以设定好的那个什么，用 CPU 啊，用 GPU 啊，然后或者是用一张 GPU， 或者用8张 GPU， 甚至用32张 GPU 来训练，都是在这个地方指定的。对，所以就很方便，你只要给他一行指令。大家看到这个训练这个中枢的部分，我完全都没有提到我是要用 CPU、GPU， 或者是我要用1张还是8张，完全都没有在这里提到。对，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完全都是共通的，就是不管你今天在什么地方执行，都是共通的。那你唯一要改的地方，就是在 trainer 的这个 argument 里面，这个参数里面，你告诉他你今天要是用 CPU 啊 GPU， 然后要用多少张这样子，是在这里面指定。那这个地方呢应该是 accelerator 啦，对，这个 CPU、GPU、TPU 的指定呢是在这个 accelerator 这个地方指定。那 auto 的话是它会自动侦测你这个机器是使用什么。那如果有 GPU 的话，它会自动切换成 GPU 这样子。所以我通常都是 auto 就好。那 devices 呢是指定要用多少张 GPU。那我现在是只有1张啦，所以只能设定1。但是如果你是大型的机器，就是最多有8张的那种，你可以设定8这样子。那我今天的话，这边就直接预设为1就好了。要不然就是像刚才一样，就是在这个 option 里面再多加一个要用多少张的那个 argument， 然后在这里把它 pass 进来。对，然后我们刚刚说32张那个是指是有很多个节点的那种超大型的那种计算机架构。那种的话我是还没有用过啦那种的话呢，你可以再指定一个叫做 node
num nodes， 对 num nodes 的一个参数。那这个的话就是让你的 GPU 再乘以这个参数，你总共会用这么多个 GPU， 但你这个要先保证那些 node 之间是可以通信的。对，好，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比如说 non-sanity validation step， 这个的意思是说你在正式开始训练之前呢，你先让它跑一次 validation， 看它会不会出错。对，因为要是你这边写错了，对，要是你这边写错了，但是你这个地方执行的时间点呢是在 training 结束之后才会执行。对，所以你如果这边写错了，但是你不知道的话，你如果直接执行训练的话，你会发现训练到一个 epoch 结束你才发现这边写错了，那你前面那些训练的时间都白费了，因为一错这个程式就直接结束了。对，那为了防止那个训练时间白费的情况发生呢，你可以先指定这个 non-sanity validation step， 那先让它跑一步看看如果没有错，那你就安心说 training 结束之后我的程式也会正常执行，那你就不会有浪费那个 training step training 的时间的那个情况发生。所以通常这边我都会设成1这样子，让它先帮我确认一下没有错。好，然后这个 benchmark 等于 true 的意思是，这个 CUDNN 是一个深度学习加速的一个框架。那这个框架呢，如果你的输入值输入的那个形状如果一直都是一样的话，它会，如果你指定 benchmark 等于 true 的话，它会 CUDNN 会先帮你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演算法，然后让你的这个速度加快。对，所以如果你确保说你每一次输入的大小都是一样的话，你可以把这个设定成 true， 那这样子会比设定成 false 的训练时间还要来得快一点。对，那我们因为训练的那个每一个 batch 呢都是一样的大小，我们刚刚说都是 b 乘以28乘以28。我的 b 也是每一次都固定的大小，比如说都是32，所以每一次这个 batch size 每一个 x 都是一样的大小的话，那我如果再加那个 benchmark 等于 true， 那它的执行时间会比等于 false 还要快一点，这样子。好，然后 profiler 这个东西呢，直接给大家看好了，我在 Nerf 里面也有用到啦，所以这个结果我可以直接给你们看。Abby 安安，跑了好久结果会出错，对啊，尤其那种跑训练很久的那一种。对 ，Profiler 是长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它是帮你计算说每一步所花的时间是多少。对对对，那这个地方呢，其实我自己也是没有太了解说每一步对应到的是哪一个地方，但就是说它可以告诉你哪一步可能花的最久时间，那你可能之后想要再加速的话，你可以先从那一边开始着手这样子。对 ，Profiler 是会最后会显示一个这样子的东西。那比如说我们就让它等于 simple 好了，好像有很多个不同的。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哪一些，很久没写了，不知道哪些。不在这里。还有一个叫 Advanced Function Level， 可能就更细的吧。Simple 就刚才那些而已，就这些。那他说还有 Advanced， 那可能就更详细。好，还有一个 Strategy， 这个也可以顺便讲一下啦。等一下strategy，
哦，strategy， 那好，这边好像没有写太多。回到上面来一下哦。跑掉了。对对。然后我现在再看一下 strategy， 它是就是在分散学习的时候才会有用的。但我忘记有哪一些了。记得好像有 DDP、DDP2 各种不同的。这边的话，其实我也不是太熟，我通常都是直接用 DDP 去让它跑。那我们这边其实也不用，因为这是在多个 GPU 运行的时候才会需要的。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子就好，让它保持清爽，这样子就最小限度的我可能会需要的就好。那大家可以就是想要知道所有可以指定的话，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文档。我等一下可以再介绍几个可能比较有用的吧。Wait summary。好，但总之这样子的话，应该是已经可以训练了。然后最后训练的过程是要叫这个 trainer 点 fit， 那 fit 的话是我们的这个 system 这样子。好，那正常来说应该就这样子就可以执行了。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我们现在来执行一下吧，希望不要出错哦。来，我们看一下这边的话，大部分应该都 default 就可以，我们就执行，就给它 pass 一个那个 root dir 就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 code 的能力到底 O 不 OK， 就是现在啦。Missing attribute hidden dim， 我马上就出错，等一下哦。Hidden dim 不是有吗？Wait， 这样子嘞。他没有把它弄到那个里面嘞，稍等一下。一开始看到 model fit 了，等一下马上出错，它这个 h params 没有把它放到里面。那我记得不是叫了这个之后就进去了吗？要给它一个 h params 的参数。Sorry， 这边要给它一个 h params 的参数。那这样子的话呢，它会把这个东西存到 self 里面，所以之后的话，我们就可以用 self 点 h params， 在所有其他地方都可以存取到我的 self 点 hyperparameters 这样子。看来你错过了一整集，没关系，我们现在开始训练，说不定还会有其他的 bug。好，看来是成功下载了，但是呢，在下面的地方出错了。Batch must contain tensors。看来是我没有把这个地方搞懂。它回传的好像不是 tensor， 而是图片。那这边我再看一下它回传的是图片。
它回传是图片哦，好麻烦哦。它回传的是图片，所以我们还要再另外写把这些图片转成 tensor 的方法。要现在写吗？现在写会很久哎。我看一下有没有其他 workaround。我们再查一下刚才那个 PyTorch Vision 的那个 MNIST。回传的是 image target。还是如果给它 target transform 能不能啊？可以只要给它 transform 就可以了。好，那我们就给它 transform。transform 呢是代表说我们要给它怎样的一个就是那个 pre-processing 前处理。那前处理就刚刚我们说的那个，刚刚 Evan 问的那些 data augmentation， 我们都可以在这个transform 里面做到。对，那它这边 default transform 呢有什么 normalize？先 to tensor 啦，然后to tensor 就是刚才我想要做的，就是把这个 image 原本的那个图片的格式呢转成 tensor， 那是用这个 to tensor 的这个transform 来做到。那之后呢，你可以再加一些其他的，比如说 normalize， 就是原本是0到1之间的那个灰阶的图片，那你可以把它做一个正规化，就是你每一个像素值都减 0.5 之后再除以 0.5， 让它就是值跑到-1到1之间这样子。那我们就这边可以先做一个比较简单的处理，就做这个 to tensor 就好。那我们可以在这个 transform 里面定义，对，在这里的 transform 等于 to tensor 这样子。那我们这个 to tensor 呢是在这个 Torch Vision 里面 ，Torch Vision 点 transforms import， 应该是 import 这个 from 这个 import， 我的写法是这样子啦 ，st， 对，这个的写法是在 import 这个 transform， 就是我们所需要的那些 to tensor 啊，或者是刚刚那些 normalize 的东西，把它 import 进来。然后我把它的名字改名叫做 T 这样子，所以就不用写 transform 这么长的这么多个字母，对，那就可以这样子写。这边的话也分行好了，就是通常那种行数太多的就要分行，要不然看的人会很累。好，分行，对，就是这样子，用逗号来分这样子，或者是像刚刚这种，就是等于后面就加一个反斜线，那就可以换下一行。好，这样子应该 OK。好，那这边有一个错误是，お願いします。はい、お疲れ様です。宮城さん、また会いましょう。好，这边有一个错误，大家这个看得清楚，应该可以。这边的错误是，它是3212828，这个的意思是说，因为现在28×28的那个图片，它经过这个 to tensor 之后，这个地方，它出来的会是1×28×28，
的一个图片，因为它的 channel 只有一个 channel， 所以它的大小会是它的形状会是那样子。所以呢，我这边的这个 forward 里面的 x 的大小应该是这样子。那我这边的话就把它用成这样子就可以了。对，从 b1xy 把它变成 b 乘28乘28，这样子应该就没事。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的学习训练正在进行。好，但是呢，等一下，我这个拉大一点，好像也没有特别大。现在这个非常快，大家可能不知道这在干嘛。等一下，而且只有出来 loss， 看可能还是要 accuracy 也要做一下哦，要不然也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正确的训练。等等，我还是在这个 accuracy 的地方自己也写一下好了。那这边也一样抄它的，我就懒得想了，就直接复制好了。等一下哦，它的 accuracy 是在 validation 的时候做，那我们可以 validation 的时候计算它的 accuracy， 它会等于是这边我先懒人一下，先复制它的 code， 但是这个写法真的是太又臭又长，之后可能再改。但我们先确认一下能否正常的让它运行就好。对，这边的话是计算那个每一次的那个精确度，然后呢，这边一样是 validation 计算，然后最后呢，在每一个 validation epoch 结束的时候呢，我们计算平均的精确度。所以这边的写法也是一样啦，就是你其实只要改这个名称就好，然后再把这个 log 到这个上面来。OK， 那比如说我们最后在 monitor 的地方呢，我们刚刚是这个 loss 嘛，因为我们刚刚没有这个 accuracy，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改 accuracy 了。那现在我就把这个 min 呢改成 max， 那意思就是现在我只要保存最大的精确度最高的那5个模型就好，是这样子的意思。Anops 这个例跑酷啊，对啊，我也觉得，而且很好用，就是你那个形状改变啊，或者是你要 repeat， 或者是做一些 max pooling 啊 sum 之类的都很方便，而且很容易理解，很容易看懂。好，等等哦，我们打开这个文件夹给大家看一下。刚才训练出来，我们刚刚说到就会有2个资料夹被我们生成，一个是存取这个模型权重的地方，是这个 CKPTS， 需要我们把它删掉。然后一个是 log， 那 log 的话是记录那个训练的那个曲线，还有那个每一个超参数都记录在这里。对，那个曲线我等一下再给大家看，它是记录在这个 TF TensorBoard 的这个档案里面。那因为刚才出 OK， 那我们再一次。要不要 batch size 设大一点，要不然太快了，大家可能看不太清楚。我 batch size 设大一点好，之类的。32有点太小，我觉得。Abby 说，不然反正都要打一点解释。现在 command 都可以省了。对啊，就是我这里还是有打一些解释啦，但其实可以不用啊。比如说，我就把这个 x 等于28，然后 y 等于28打在这里。那大家都知道，前面就是 batch size， 那后面就是28乘28，这样是一目了然。那对我现在把那个 batch size 设成128了，那我们再重新执行一次。
哇，还是超快。好，因为我这个 GPU 可能很好。好，大家，我们就先让它跑完，还是我让它跑久一点，让它跑久一点，10个 epoch。好，这边教大家，其实也不用教啦，就是你指定的方法就是在这里，可以直接在这里指定那个大小，快也变成困扰。好好，那这边的话，大家就可以看到那个进度条，就是我们刚刚设定的这个 TQDM 的东西。这个进度条是我们刚刚设定的 TQDM Progress Bar， 它出来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我的 GPU 太好，然后呢，它这边呢会告诉你，这边是所需要的训练时间，左边这个数字呢是现在经过了多久啊，右边呢是还要多久，然后这边的话是速度。就是告诉你每1秒钟它做了几个 step 这样子，然后每一个训练的 loss。那 VNum 呢，大家可以不用太在意，它是那个训练那个实验的编号，这个不用管它。那 train loss 呢，是刚刚我们有叫它 log 的这个 train loss。对，所以 train loss 其实可以不用因为它就是这个 loss， 所以这个其实我们可以不用理它。应该说不用显示在 progress bar 上，因为这个就等于这个。好，那 validation loss 呢，是我们刚才有记录的这个东西。然后最后是 validation accuracy， 大家可以看到，如果你有一直在注意这个地方的话，会看到这个数字是在一直增长的这样子。好，然后顺便解释一下，一开始的这些东西是，等等 ，GPU available 是 false， 那 GPU 不知道它为什么没有找到。正常来说，这边应该要是 true 才对，结果我发现根本没有在用 GPU， 应该不对吧？应该有在用吧？要不然怎么这么快？但是因为是 linear， 所以应该没有 GPU 也很快。对，正常来说，如果有 GPU 的话，不要被我的手挡住，我还是把我关掉好了。Sorry， 抱歉，我再讲解一次。只有 accuracy 被挡住吗？对，右下角就 accuracy 这样子。结果现在已经到九成多了，一开始是8成多。OK， 结束了。等等，哇，它这个最后出来的这些东西呢，是那个 profiler， 它这一次出来好多。对，所以不想看的话，还是把这个关掉吧。我们可以把这个关掉，反正就跟大家说一下就好。对，刚说到这个 GPU 应该要是等于 true 才对，我等一下找一下问题在哪里。对，它这边会告诉你有多少个 GPU， 然后你有没有在用这样子。然后这个地方呢是，这个 net sequential 101K， 这个是我们刚刚设定的 enable model summary 等于 true， 那它会告诉你现在神经网络的构造是长怎样因为我现在只有很简单的一层，就是这样一层，所以它只有这样子而已。如果你有很多层，它就有很多层出来这样子。对，到这里为止，就是它会告诉你有多少个可以训练的参数，然后它总共的大小是多少这样子。好，那在下面的这个 epoch 的这地方，就是我刚刚解释的是每一次训练呢，它都告诉你就是时间然后速度，然后 loss 是多少，然后 validation 的 loss accuracy， 这个都是我们这些除了 loss 以外，是我们刚才就是指定的这些 self 点 log 这样子。好，那除了这个我们可以从这个terminal 上面看到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在 TensorBoard 里面，
我们刚刚说我们有把它存在这个一个 TensorBoard 的档案里面，那我们也可以从 TensorBoard 里面来看这个东西。那我们可以打开一下 TensorBoard。对，好，用这个命令，我们可以打开 TensorBoard， 然后我们再到我们的浏览器去到我们的 localhost 6006，预设是6006，对，好，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个 training curve 的东西。那这个 epoch 是它预设，就是会帮我们画出来。那这个主要的功能是让你看到说每一个 epoch 花了多久的时间，就是比如说它在16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面那个 value 等于16的时候，那 relative 最右边那个 relative 是时间，所以16个 epoch 就用了48秒这样子。那最后用了2分25秒这样子。好，那这个 train loss 的话是记录每一步的那个 training loss，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下降这样子，就 OK。然后 validation 的 accuracy 跟 loss 也一样，就是我们有把它 log 出来，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就是 validation 呢就是一直上升，accuracy 一直上升，然后 loss 一直下降这样子。这个 loss 美的像 tutorial， 对啊，等一下，但是我现在想先找一下为什么我的 GPU 没有出来。等一下，应该要有才对啊。哇，结果这边直接爆炸，这个可能要重开电脑才有。哇，我应该是有 GPU 的啦，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它没有侦测到。对，这个不重开应该是没办法解决，但我重开直播就没了，所以那今天就先不要 GPU 吧。如果有 GPU 的话，就是会再爆快。然后刚才这个地方呢，它会显示 GPU available 是 true 的这样子。NVIDIA Xconfig 那个是什么？好 ，Enable， 反正我之前也有遇到这个问题啊，就是重开机就没了，所以我最后还想给大家看一个，就是这边它没有 log 那个 training， 就是那个 learning rate， 我想 log 一下 learning rate， 我记得这边有啊。Learning rate logger， 或者我们可以自己写一个函数。然后我先 Abby 说的那个，我可以试试看。Enable all GPUs， 不行。没办法，没关系，我们再重开就好。对，我们刚刚说我们想要 log learning rate， 那 log learning rate 呢，我们也可以再使用一次大招。我现在都是看我之前的，然后复制那个需要的地方就好。哎呀，错了，因为就是它这个框架写好之后，你就很简单，你一个一个加上去，然后都可以，就是很多地方重用这样子。我有写一个叫做 get learning rate 的函数，那我们这边就可以把这个 learning rate 呢也一起 log 出来。在 training step 里面是吧？那这样子的话，要把这个 optimizer 变成 self。
对，那这样子的话，每一步呢，它就会 log 那个optimizer 的 learning rate。那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它是不是，如果我们设定的是那个 cosine 这样子下降，应该是没有问题啦。好，我们再试一次。我们可以，对，还有一个想跟大家说的，其实有很多个，一个一个说呗。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这一开始介绍的时候呢，我们说到它有一个功能是那个，它有一个功能是，就是可以固定随机的乱数，然后让每一次的结果是一样的。那这个是用这个函数来实现，就是 seed everything， 很简单，你只要在你的 code 上面加上一行 seed everything 就可以了。等一下，好像跟我之前查到的不太一样哦，稍等一会儿。好，那我们先照它的试试看好了，虽然跟我之前看到的不太一样。self 点 seed everything， 对，它是在 make your at the beginning of your run， 所以是在哪里啊？等等。是在 init 的意思吗？我们可以在这里试试看。然后这个 worker 等于 true 是有时候你会在 worker 里面也有那个 random， 就是每一个 data 取出来的时候也会有 random。那设定这个的话，就是那些也完全乱数都会被固定，这样子。好，那我们加了这个东西，然后还有我们刚刚加的那个 log learning rate 的东西，我们来测试一下。那我们这次就不要跑50了，就跑10好了。No module name unicorn， 还要安装别的东西哦。还要安装别的。我第一次遇到这个。那我们先把这个去掉看看，因为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怎么这里又不行啊？它这怎么出来？哦，刚刚不知道为什么它自动加了一个 import。Has no attribute seed everything。好像没有 seed everything 嘞。我之前有的说。这里啦，这里啦 ，trainer 这里
对，这个啦 ，from PyTorch Lightning import 这个 ，from PyTorch Lightning import seed everything， 然后呢，在一开始这个地方就 seed everything 这样子。对，这样子的话就是固定所有的乱数。我可以试试看。worker 不是 workers。好，让它训练10个 epoch。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刚才没有让大家看到这个 accuracy， 它是在慢慢的上升。然后我们的那个稍等，我觉得对，刚这个对，因为刚刚那个实验的名称没有改，所以它还是存到同一个地方。那这样是不太好的，我们先把这补掉。这个 exp name 我们可以指定啦 ，exp1。我们再重来一次。第一次的实验这样子，训练10个 epoch。accuracy 跟 loss 刚好可以组成一个长方形，那它可能 scale 不太一样。如果把它 normalize 之后，可能可以。OK， 好，那我们在 exp2。那完全是一样的 code， 然后我们也都有固定乱数，所以这2次出来的结果呢，应该是会完全一样的。所以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个那个 loss curve， 就是我们刚刚看的那个东西，我们可以去那边确认一下这2个是不是完全一样的。正常来说应该要是完全一样的，因为我们都固定了所有的乱数。OK， 好，那我们再一次打开这个 TensorBoard， 重新整理。OK，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有两个实验，1跟2，那它们的那个曲线是完全重合的。刚才没有给大家看到这个 learning rate， 现在也给大家看到说，的确是让我们像我们设定的一样，是以一个cosine 的那个余弦波的方式，慢慢的递减这样子。OK， 然后呢，我们再看这个 training 跟 validation， 大家都可以看到说这2个数值呢是完全的一模一样。大家可以看这个 value 的部分，对，完全的一模一样。所以代表说我们刚才设定的那个 seed everything 呢是有起到它的作用。就是你一旦固定了这个之后呢，你同样的不管你跑几次，那结果都是一样的。对，然后要注意的是，就是说这个会跟如果有用 GPU 啦，这个会跟你的那个酷打的版本有关。所以你即使是同样也跟 PyTorch 的版本有关，所以你如果要真的完全一样的结果，你要确保说你可能如果你要2台电脑要完全同样结果，你要确认他们2个是用同样的 PyTorch 版本，也是用同样的酷打的版本，这样子才会完全一模一样。这样子，好，大概差不多了。今天的内容大概是就是这样子。对，就是介绍这个 PyTorch Lightning， 那它中枢的部分就是这个啦。你定义一个 Lightning Module， 然后定义它的模型啊，然后刚才说的那几个就是必要的函数，这个 Prepare 啊 Set Up， 然后 Train Loader， 然后 Optimizer， 然后 Training Step、Validation Step、Validation Epoch End， 有了这些，你就可以做你任何想做的事情。然后，对，大概是像这样子。那这个部分呢，还有你要让这个 code 变得更可读的话，还有更好的方法，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模型是定义在这边吧，对吧？定义在这个 init 的地方。那更好的方法呢，其实是你在
那我现在就，不过已经11点半了，对。我看一下我这边要不要实际演示一下？今天不想太晚睡，没关系，这边再实际演示一下就好。就是通常呢，我们会把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模型的定义，我们会在另外创一个资料夹，然后呢，我们会在里面建立一些不同的，比如说我就 net one， 不要 net one 好了 networks， 谢谢，不客气，希望能帮你之后那个写扣的效率大大提高。对，那我们刚刚 net 是定义在这里嘛，那我也可以定义在别的地方，比如说我就创立一个叫 networks 的一个档案，那我就可以在里面，就是这个档案就专门定义我各种不同的模型。比如说我刚刚定义了一个线性的模型，那我就可以叫它什么 linear model， 那它是一个 NN module。hidden 什么来着 ？hidden dim。啊，晚安，你还没睡啊？我已经快要睡着了。明天虽然说明天不用早起了，之后我都在家工作。validation step 是 optional 的，对，有一些是 optional， 但是我通常都会写啦。好，比如说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network 呢定义在这里。这样子，这样子。对，然后呢就是 return， 那我们这边用跟刚刚一样的好了。对，我们就可以把那个跟模型相关的东西呢，都定义在另外一个档案里面。然后呢，我们在这里面呢，我们就可以叫这个，我们就可以在这里 from models networks import， 比如说我就可以 import 这个 linear model 进来，那 self 点 net 呢就会等于 linear model hparams 的 hidden dim 这样子。对，那这样子的话呢，比如说我之后可能想要用一些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对 ，sorry， 你刚刚有问题，我刚刚没看到，抱歉 ，CV Bird， 如何只做 training？ 对，像 Abby 写的，可以只定义你想要做的。对，我只看到谢谢，对，我现在在说的是，你这个模型可以在别的档案里面定义，那你就之后你可能想要做一个 CNN model， 那你就再定义一个 class CNN model， 然后定义你想要的那个模型的构造。那你这边的话，再根据你那个想要用的模型，你可能就在 option 里面呢，你可以再加一个叫做什么 model name， 那你就可以选择你要 linear 还是 CNN， 那你在这边就 import 相对应的那个 model 进来。像是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就又把它更细分化，就是这边就是真的是完全都只是训练的。那你要改 network， 你就完全真的只要改这个档案就可以，其他人都完全不用更动。这样子应该也是可以执行的啦，我们可以试一下。我每次都会忘记 super init。每次都会忘记这个东东。对，那结果应该是跟刚才的那个 exp 1啊、2啊、3啊，都是完全一样的。它这个是可以
实时监控的啦。就是我刚执行了那个 EXP3 嘛，大家看到又多了一个红色的，虽然是跟其他完全重合的，但又多了一个红色的这样子。我们回来，好，最后的 accuracy 也是差不多，也是一样的。好，对，还有什么嘞？还有，哦，对啊，还有像是今天这个教学呢，是用这个 MNIST 这个东西来做，来做那个范例。但是比如说，例如你今天要做一个物体侦测的模型，那你今天可能一开始用的是那个 MS Coco， 那你就可以自己定义一个 MS Coco 的那个 data loader。但是你今天训练完之后，你下次比如说你要套用在你新的一个资料集，你可能你要套用在你一个新的资料集，那这时候呢，你又要再写一个新的资料集它的 data loader， 那你就不会那些东西都写在同样这个 train.py 里。那我的习惯呢也是一样，会再新建一个资料夹叫做 datasets。那个 datasets 里面呢，就可以包含很多不同的 dataset， 比如说你今天可能有 MS Coco， 你今天可能有 Pascal 这些。那你每个资料集呢，你都放在那个档案都放在同一个资料夹叫 datasets 的下面，然后就用同一个格式去写它。那你之后呢，如果要再加一个新的资料集的时候就很方便，你就知道说你今天只要再根据你之前写的那些 datasets 再做一些更动就可以，你就完全不用再碰其他的地方，就很方便。那资料集是这样子嘛，有很多种不同的，或者是说像我今天这个 loss， 我今天是用 cross entropy， 那之后呢可能又有各种别的不同的 loss， 当然分类好像只有 cross entropy。那比如说那个 segmentation 啊，就不止 cross entropy， 你可能有那个什么 IOU loss 啊，或者是那个 dice loss， 反正有各种不同，可能别人研究出来更好的 loss。那你这个 loss 呢，你也可以再写一个叫做比如说 losses.py 的一个档案，那里面就存所有你可能会用到的 loss， 然后呢在这里边就叫出你想要的那一个去用它，就很方便。Why is PyTorch Lightning better? Because I consider that, well, you can focus on the research part. The rest of it, like determine whether to use GPU or not, or how many GPUs you want to use, or even you want to use floating point with only 16 bits. Like this kind of research independent part is all handled by PyTorch Lightning, so you don't need to worry about it. And you don't need to worry about writing wrong code. And I find that very efficient for me. Yeah, I think with with PyTorch Lightning, so like I just said, you can focus on your research and do not have to worry about the other parts. So they can experience with a lot of different like network structures or like batch sizes and different losses. So that makes their like grid search faster. So they can find better solutions faster. This is my opinion. 他刚刚问说为什么这比较好，就是他看到很多 Kaggle 的那个竞赛的人都用这个 framework。那我的意见是，就是说用这样子的方法，就是像我一样，你每一个都 module 化之后呢，比如说像这个 network， 你就只要再写一个新的 network， 你马上就可以开始训练，你其他部分都不用跟动，所以他们就可以尝试各种不同新的 network 啊，或者各种不同新的 loss， 那他们就可以很快的写完，然后他们就可以很快得到结果。那这样子，他们就有很多时间去做不同的实验，然后当然就可以得到更好的成绩。这样子，很多 loss 都超难算的哦，我倒是还没有遇过那种很难的
loss。我看论文基本上是可以写出来的，但也有时候要参照一下别人的那个 implementation 这样子。哦，对，这个 accuracy 的部分好像还是蛮丑的啊，但算了，今天就先这样子吧，今天就先这样子，懒得改，因为要睡觉了。对，然后最后再介绍一下一些可能比较有用的这个吧 ，trainer 的其他的参数，在最下面。就我们刚刚有介绍的嘛，这个要用哪一个 device， 然后呢，它还有一个是这个 AMP level， 这个可能我们现在我现在这个啦不用到，但其他的，比如说我所知道的就是 segmentation 那一种的会用到的，他们叫做那个16位元半精确度小数的计算，因为我们现在 PyTorch 的那个预设的小数呢，它是32位元的。那因为这样精确度比较高嘛，但是有一些可能需要用到的 GPU 的资源比较大的，比如说像是 segmentation 那一种，它一个输入就是一张图片，那它的网路又非常的复杂，非常大，所以它一次的 batch 可能只有1张图片或2张图片，就非常少。那这样子的话会对精确度有所影响。对，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再增加，因为 GPU 的那个记忆体也就那么大，就10几20 GB 而已。但是呢，他们就想到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可以把那个训练所用的精确度减半。我们刚刚不是说预设是32 bit 吗？我们可以把它用成16 bit。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以同样的那个 GPU 的记忆体，我们就可以同时训练2倍的 batch size。对，但是因为精确度下降了，所以如果你就我们说 naive 的去做这件事的话，那你的精确度并不会上升，而是会下降，因为你的浮点数的精确度下降了。但是呢 ，NVIDIA 就开发了一个方法，就是可以让它就是即使精确度小数点精确度减半，但它的训练还是会非常稳定。那最终因为你 batch size 变大了，那整体的精确度也变大。那这个操作的方法也是很简单，就加一个这个 amp level 这个东西，然后把它设成 O2 这样子。然后还有什么啊？其他的我都不太常用，就比较多的是一些什么那种找错之类的啊，或者是找最佳的那种 learning rate， 这我比较不常用，就是类似那种 parameter tuning 的这种东西。等一下我读一下留言。I'm trying hard to follow people on YouTube。参考资料网站，你指的是哪一个？我刚才开了好像很多。你说 iNof 是那种的吗 ？Torch Optimizer， 黑魔法等级的 trick。I want to thank you personally. Oh, thank you very much. Here's the language barrier. Yeah, I believe. So my main language is Chinese. Thank you for coming, though. Oh, is episode available in your channel? You can go back and listen. Anyway, I will leave this stream on my YouTube. You can watch it anytime you want. 我没有啊，我没有特别想要做那个东方角色分类器。对啊，比如说还有什么 gradient clip， 这个我也比较少用到就是了。就是有时候你 gradient 会爆炸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让它的值呢可以被你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但也不是我常用到的。但好像常用到的我刚刚都说过嘞，think batch norm 什么的，这个大家有兴趣再看就好了。就是最基础的就设定这些就可以开始训练。
然后呢，你把这个我之后上传到那个我的GitHub 嘛，等一下马上。然后之后你要做什么自己的 project 你就复制贴上，然后再改想改的部分，比如说你就改这个 model 的部分啊，然后改这个 data 的部分 loss 的部分，然后你就可以直接用了。大概是这样子吧。对，那之后如果有想到什么，还可以再加进去比较好玩的东西，再跟大家分享。我感觉今天就差不多了。有一个想讲还没有讲到的，就是其实这个 log 的部分还可以加上图片，因为我们刚刚不是就是那个嘛，就是有看到这个精确度而已嘛，但我们不知道，比如说给你一张图片，它判断出来是多少，我也想要看到底是不是看起来一个9就是它分类出来是9这样子。例如，那这个东西其实也可以做到，你就把那个训练的图片跟它预测出来的结果，也同样也是可以写到这个那个 TensorBoard 上面，也是可以的，就是在这个 log 的地方。但那个写起来比较复杂，所以我现在也没时间了，所以那个就今天先割爱啦。There any web page? Or you can see my GitHub page, actually. My GitHub profile. Yeah, there are many of my works. You can probably see it and understand what I'm doing. 对，像刚刚有图表的那个，会啊。都会存档的，就是直播都会留档。你说刚刚有图表的是哪一个吧？刚刚有图表的。How can I get good at deep learning? I would suggest that you find a project that you are interested and try to implement it by yourself. And you can, of course, you do not have to code everything by yourself.From scratch, you can refer to other people's directory and see if you can understand them and maybe if you can improve their code, things like that. Very complex code. Yeah, at the beginning I'm not that good. I know nothing about 3D rendering and I read others' code and I gradually start to understand. And personally, I'm interested in this kind of area, so I do many research by myself as well. I found this site to learn rendering. So I found this site and I try to read everything and understand it.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find something that you are interested in. And once you have that, you will have the motivation to learn.How many years of experience? Well, I have 4 years of experience, but I actually start to become, I'll say, professional in within the recent 2 or 3 years. Not that long. Yeah, that's good. I have many videos, maybe you can learn from them. Hopefully.Delta， 你刚刚说的是哪一个那个图表的？要不我现在就上传吧，这边告诉大家一下怎么上传 GitHub， 大家应该都会就是了啦，就 Git add， 然后1点的话就是全部，那但是你要1点的话会加全部，所以你要先确认有一些你不想要的，你不要把它加进去。比如说我这个 checkpoint 啊 log 都是我实验的结果啊，里面有包含一些就很大的档案，然后不想上传，那时候你要怎么办呢？就在这个 git ignore 里面加上去就可以了。比如说我就可以加 ckptx 跟这个 logs 是我不想要上传的，那你在这边可以看到它已经变灰色的了啊，还有 mnist 啦。mnist 是我的资料，这样子，所以这些东西呢就是不会被上传。其他剩下的呢，
我们可以看到绿色的是有更新过的，新的档案，然后 M 这个橙色的呢是更新的档案。那之后呢，我们可以先 status 确认一下。我打 ST 就有，是因为我有设定那个快捷键，对，要不然正常是要打 status。日文站，好，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读不出来了。PyTorch Lightning Scheduler。刚刚是什么来着？上学大学生，这个，现在出来了，神奇！太神奇了 ，It's crazy, yeah。这个是 Step Learning Rate 嘛，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呢，它是减半之类的。然后 Exponential 长这样，我们刚刚 Cosine 不是长这样啦，是前面这一段而已。但你也可以设定让它长这样子，就是改变它的周期。好，这个我也放在 README 里面。那我今天可能没有太多时间编辑，我就先全部丢上去就好。OK， 然后我们刚才说到 GitHub 这个东西，对，然后我们就可以 Git add 所有东西，因为我已经把 Git ignore 修正好了，所以这边呢就是我所有想要上传的。然后呢，我们就可以 update 之类的。一样这个 CI 这个是我自己设定的 shortcut， 要不然就是 Git commit 这样子。Git commit 1横M， 然后你的 commit 的那个 message， 然后最后呢就 push origin master。好，那现在就上传了，我们来确认一下。好，这样子应该我刚才的变更都套用上去了。OK， 那今天的教学就到这里啦。如果有兴趣的，就可以直接 start 或者是直接复制都没关系。这个就给大家自由操作。对，我自己的话就是我刚刚说的嘛，就我之前有写那个 nerf， 也是用这个写的。所以，比如说我之后又写了那个 neural scene flow fields。这个是 nerf， 然后套用在移动物体上面。这个东西我也是直接复制 nerf 的 code 上去修改的，那修改就很快，1-2天就弄完了。Yanfai， 勉強にな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Yet another Emily from YouTube。对，希望学完这个之后，大家的那个写程式码的效率都上升。那看到就这几行就写完了，然后你要套用在几百个 GPU 啊，都非常快，什么的，对。现在发现我的 Nerf 已经到达1000个 star 了。我今天刚刚看999个，我就在想什么时候1000个我就来发个推。那终于达到1000个，梦寐以求的1000个 star， 今天就发个推特庆祝一下，达到1000个 star， 这比我1000订阅什么都还开心。对对，好，正好让大家一起见证1000个 star 的瞬间。天星大佬，谢谢谢谢。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要不然我也差不多要睡觉了。今天比想象当中的久了，对，但我觉得自己还蛮顺的，因为写这个比较擅长的东西，比较不会卡。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问的吗？或者之后 GitHub 上面发也可以，但其实我不一定会回，如果太复杂的话。谢谢你来看，谢谢你学到东西。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用，所以才想分享给大家。好，那如果没问题的话，我们就今天到这边告一段落。那之后，首先这礼拜的话，就礼拜三跟一个说英文的 VTuber 叫 Nolly， 跟他玩一个逃脱密室的游戏。然后呢，礼拜六又是一个逃脱密室，那一次是写程式逃脱密室。对，之前跟观众玩过，然后这一次呢跟其他 VTuber 一起玩，那个我真的觉得蛮好玩，又有逃脱密室要素，又有写程式啊。缺点就是那个关卡太少，关卡只有2关啊。我之前跟观众已经玩过1关，只能玩第2关。还有一个问题，下次什么时候直播？对啊，就礼拜三、礼拜六，当然都是玩游戏的，不是写程式的。写程式的我还在想，就是我上次直播有提到，就是说我有在想能不能就是就是直播说如何帮别人，也不是帮别人，让一个 code 让他写得更好、更容易懂。就比如说，可能找一个像这种 project 过来，然后就说看他的 code， 那就说，比如说这个地方，怎么写的这么长、这么难懂？那有没有方法可以让这一段 code， 就是这个 accuracy 计算方法，让它变得更简洁，然后更容易懂？我只在想这样子的一个直播的内容。但目前还没有找到就是合适的素材，如果你有的话，也可以告诉我这样子。千万别是成语大会，不是成语大会。机会玩人力资源机器吗？不知道那我觉得我玩那一种会卡，笑死。萝莉控，那不是萝莉吧？他都已经长那么大了，他画的图也是大人吧？他好像没说他年龄多少。对对对，程式的话就是我刚刚说的关于改动、改好这种部分，会比较有兴趣。好，那也过5月了，4月5号了，我这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那如果大家有什么建议的话，也欢迎留言告诉我。那今天的话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对，下次还是会回 Windows 开，那就会有我的人出来了，然后也会有留言。今天都什么都忘记设定。好，那我们 Nerf from scratch is wanted. Nerf from scratch. 你的意思是说我那时候是怎么写的吗？那时候我也是看别人写的 code， 一步一步了解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做的。那也是可以啦，但我也是可以，但我个人会希望说，能不能在那之上再加一些新的 Nerf 的元素，因为现在 Nerf 又出了很多其他的方法。那如果只是单纯复现之前的 Nerf， 感觉不太有趣，我会再想一下的。好，辛苦了，大家也辛苦了，陪我到这么晚，陪我学到这么晚。好了，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大家晚安。我这个没有，我5分图上没有待机动画，我等一下就直接切掉。好，大家晚安，拜拜。